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几年后，我想看看竹马有没有遵守约定，于是偷偷转到他的学校。听说初中部新来个转校生，一特漂亮的女的，一来就成了学校公认的校花。苏云闻言，依旧面无表情的做题。不知道谁有你涉猎广啊？谁不知道你向佩和初中部的学妹们关系最好啊？不过咱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始收转校生了？我哪知道啊？校长又不会跟我商量。不过确实特别漂亮，这几天好多人去围观呢。叫什么清欢来着？我好好想想。哦，我想起来了，叫陈清欢。苏云的手一滑，带动着笔尖在白纸上留下一道浅浅长长的划痕。他彻底不淡定了。向佩歪头看过去，云哥，怎么了？苏云终于抬头，缓缓开口，没事。姚思天继续刚才的话题，那咱们一会儿也去看看吧。说起来，校花已经够漂亮了，比校花还好看，那得什么样？比校花还好看，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们校草的法眼。文佳笑嘻嘻地冲苏云挤眉弄眼，苏云恍若未闻，低头继续解题。向佩也凑热闹，云哥，咱们一起去看看吧。苏云吐出2个字，不去。姚思天挥挥手，算了，别叫云哥了，一向都是别人来围观云哥的盛世美颜。云哥什么时候去看过别人啊？苏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练习册收起来。无聊。苏云不爱说话，尤其不爱和陌生人说话。他们要不是坐得近，又是自来熟，说不定现在苏云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笑声刚落，上课铃便响了，伴随着一声声叹气，老师走了进来，教室里立刻安静下来。苏云打开课本，转头看向窗外初中部的方向，脑海回荡着一个名字。午饭时间，我好不容易逮到时机，便马不停蹄地拽着新同桌去了学校食堂。冉碧玲和我并肩走进食堂，嘴里还在介绍着，这就是咱们学校食堂了，属性和咱们那个老班老杨一样，中庸，不好吃也没那么难吃，我根本就不是来吃饭的。眼睛像雷达一样搜索着目标，压根没听他在说什么，草草扫了一圈，竟然没发现目标，这才被冉碧玲拖着兴致缺缺的去排队打饭。后来又碰到2个隔壁班的女生，好像和冉碧玲关系还不错，于是我们便坐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女生凑在一起无非是聊聊衣服、八卦、明星。我拖着下巴，百无聊赖的搅着面前清澈见底的西红柿蛋花汤，聊着聊着，其中一个女生忽然指着我的身后叫起来，哎，那不是高中部那个学生苏云吗？我一听到苏云那2个字，一下子就精神起来，立刻腰板挺直，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冉碧玲对我的迅速反应吓了一跳，缓过来后给我做介绍，被誉为风声云起他独醒的苏云同学，现实版的不给别人一条活路走的学神加校草，无论是颜值还是分值都让人望尘莫及呢。去年进入国家集训队，然后一番角逐之后又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物理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拿了金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一副懵懂的样子，意味着什么啊？冉碧玲脸上的艳羡颇为明显，意味着她已经把京市排名第2高校的保送名额妥妥收入囊中了，就等着他挑学校，而不是学校挑他。听说今年他又要去征战数学领域，这不刚集训回来？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人呢？我勾着唇角看着那个身影，意味不明的问，那学校里是不是有好多女生喜欢他？冉碧玲想了下，给出极客观的答案，也没有好多吧，除了我，全校还是能数出来那么几个不喜欢他的。我有点无语，坐在我对面的女生咬着筷子，一脸花痴。你们说苏云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学习好，颜值高，运动起来又那么帅，真是完美的符合了我们这种怀春少女对男孩子的所有向往。我似乎把这话听进去了，拖着下巴，一脸的若有所思。冉碧玲在我眼前挥挥筷子，清欢小朋友，快醒醒啊，快把你的美梦扼杀在萌芽里，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就想着去搭讪，那人可是出了名的高冷啊。也不能说是高冷吧，其实他对人也客客气气的，不过如果你敢去撩他，就等着被冷暴力冻死吧。我眼底的笑意越发明显，一开口却又是无所谓的口气。这样啊？冉碧玲睁大眼睛看着我，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我眼底的狡黠一闪而过，看上了会怎么样？冉碧玲想着以往跟苏云表白的女生下场，努力阻止我，那也别去。我咬着嘴唇，眼底波光流转，笑得异常好看，当真是唇红齿白，顾盼生姿。如果我偏要去呢？那你去吧。冉碧玲投降，她想问问前面女孩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笑起来能那么好看？虽然还没长开，稍显青涩稚嫩，但是五官精致的不像话，小小年纪就这么占尽风流，说不定真的是苏云的菜呢。隔壁班的2个女生都以为我在开玩笑，谁知我竟然真的站起来走了过去，顺便还拿走了手边的粉色保温杯。苏云打好饭，刚坐下没多久，就察觉到一道阴影照在身上。他抬头，我拎着保温杯坐到他对面，歪着头看他，慢悠悠地叫出他的名字，苏云。对方静静看着我，我低头喝了口水，唇上还沾着水痕，泛着漂亮的光泽。学校发的这个保温杯啊，颜色我不喜欢，我喜欢你那个颜色，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说完瞄了眼他手边的黑色水壶，周围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女生到底是哪里来的？她疯了吗？谁不知道苏云是个洁癖，她的书本别人都不许碰，更别说入口的东西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苏云的反应，她没说话，拿了自己的保温杯放到我面前，又从我手里拿过保温杯放到了自己的手边，还很贴心的提醒了一句，刚打的水烫。
喝的时候小心点。我展颜一笑，慢悠悠的开口，那就谢谢你了。我在此起彼伏的吸气声中起身，转身回了座位，继续吃饭。心情颇好的我边吃边想，食堂的饭还是挺好吃的。沉默了几秒后，文佳忽然开口，12个字。姚思天一脸疑惑，什么？云哥跟一个陌生女生一口气说了12个字，还不算标点符号。向佩挥舞着筷子在空中拔一叉，错，是13个，前面还有一个。说完，三人齐齐看向苏云，对方连眼神都懒得给他们一个，低头吃饭。我在众人的注视下欢快的进餐。过了半天，冉碧玲才反应过来，扯扯我的手臂，陈清欢，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会催眠啊？快教我，快教我！我嫌弃她的幼稚，不会。其他2个女生也按捺不住了，异口同声的问道：“那苏云怎么会和你换水杯？”我乌黑晶莹的眼睛里满是调皮，大概是因为她喜欢我保温杯的颜色，粉色，鬼才信。她为什么还和你说了那么多话？我放下水杯，像是发现了什么。她平时都不跟别人说话的吗？不是不说话，是话少，除了上课回答问题，基本不会超过3个字。我的心情又明媚了几分，举着水杯喝了一口。冉碧玲拧开杯盖，弱弱举到我手边，能不能给我倒点儿？我直接把杯子抱进怀里，警惕地看着她，不给。冉碧玲瞪我，小气。我得意地冲她飞了个媚眼。你不是说不喜欢他的吗？冉碧玲叹气，我是不喜欢他，可是他是考神啊，我想沾沾他的仙气，希望下次考试名次能靠前一点，这样我妈就不会唠叨我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我和冉碧玲吃完饭就回教室了，一群八卦人士吃完了也没打算走，等着看苏云到底会怎么处理那个保温杯。苏云吃完了饭，拧开水杯放在唇边喝了一口，动作自然的好像那就是他自己的水杯，没有一丁点不情愿或者勉强的样子。从那天之后，大家就看到名动整个学校的苏云同学每天拎着个粉色保温杯在校园里晃荡。不得不说，人长得好，和什么颜色都搭。作为转校生的我，继成为新一代校花这个话题火遍全校后，靠着成功撩到苏云又火了一把，且大有燎原之势。谁知这一切都只是个开始。周一上午下了第1节课，苏云正闭着眼睛回顾上午课的重点，就听到坐在门口的同学叫他：“云哥，有人找你。”苏云抬头看过去，就看到我扒在门框上，探着脑袋笑嘻嘻的看着他。他站起来走过去，过往的同学不时把视线放在我们身上，我一脸坏笑的看着他。苏云，对方还是静静的望着我。我踮着脚，把脸凑到他面前，睁着无辜的大眼睛。我忘记穿校服了，一会儿做广播体操的时候要检查，我能不能穿你的？苏云听后一个字都没啰嗦，脱掉正穿着的校服上衣披到我身上。我的眼底华贵似欢喜，趁着穿衣服时机，动作极快的在他手心里放了个东西，然后在一群女生的咬牙切齿声中，穿上带着苏云体温的校服外套回了自己班上。苏云握紧手指，回到座位才低头去看，摊开的手掌里躺着个小花的橡皮筋。于是苏云用一次记名换来了一朵小花。课间操的检查结果出来后，班主任丁淑莹在没按规定穿校服的名单里看到了得意弟子的名字。上课之前，他站在教室里环视了一圈，点了苏云的名字。苏云一脸平静地站了起来，他的语气不见严厉，像是问天气一样随意。你今天怎么没穿校服？苏云动了动唇，面无表情的胡说八道，忘了。全班同学目瞪口呆，用一种自己才听得见的声音大喊：“老师，他说谎。”丁淑莹点点头。苏云这个学生成绩好，也省心，分在他班上，别的老师都羡慕的不得了。偶尔出点小差错，完全可以理解，下次记着点儿。坐下吧，现在开始上课。丁淑莹在上面讲课，向佩依靠地理优势，不时的拿余光看同桌苏云。苏云终于转头看向他，向佩正看得出神，只看到他的嘴巴动了动。向佩下意识的问：“什么？”苏云示意他看前方，老师在叫你。向佩虎躯一震，立刻就站了起来，嘴里还念念有词：“老丁，哦不，丁老师，我在听，就是没太清楚，麻烦您再说一遍。”丁淑莹被突然站起来的人吓了一跳，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没干好事儿。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向佩全身心的接受着丁老师的唠叨洗礼。你站起来干嘛？我叫你了吗？上次考试你成绩退步了，知道吗？还不好好抓紧追上来，走什么神呢？你这个样子怎么考上重点大学？物理是你的弱项，特意让你坐苏云旁边，怎么不知道跟人家好好学学呢？去旁边站着听，别挡到后面的同学。向佩被罚站了1节课，下了课才拖着僵直的双腿挪回座位上坐下。前桌的2人还幸灾乐祸。向佩，你上课抽什么风呢？老丁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还主动往枪口上撞。向佩无奈的看了正在刷题的苏云一眼，含泪咽下委屈，郁闷的趴到桌上不说话。不过他的郁闷也没持续多久，上午最后1节课还差10分钟下课，他就生龙活虎的动来动去，小声问苏云：“云哥，3班约了咱们下午课余时间打篮球，一会儿吃完饭一起去吧。”苏云想了下，无声的点点头。向佩立刻兴奋的握了下拳，然后又趴在桌子上，紧贴着前桌的椅背问文佳和姚思天。姚思天趁着老师写板书的时间，回头小声问：“云哥，你也去啊？快考试了，你不复习啊？”向佩想打他，复习？你开玩笑的吧？云哥是考上过神童班和少年班的人好吗？天才少年，他学习就是学着玩的，玩什么不是玩啊？也不能老玩一样，得换着样玩才有意思啊，是吧？云哥。苏云静默半天，才满是疑惑的问：“什么考试？”文佳偷听了半天，笑得带动着前后的桌子都在颤，默默回头给苏云竖了个大拇指，说：“真的啊，云哥，你为什么考上了少年班不去上啊？和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苏云吐出2个字：“等人。”向佩一脸八卦：“等谁？不会等我吧？”说着，捂紧衣领，一脸娇羞的看着他。听说智商特别高的人都有些变态的，
苏云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姚思天和文佳一起鄙视他，戏精。向佩笑哈哈地坐好，一心等下课。苏云抬头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一边听讲一边出神。等谁？还能等谁呢？反正不是向佩。下午和冉碧玲去了学校外面吃饭，回来溜达着，路过篮球场的时候，发现篮球场里3层外3层的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还不时有欢呼声。我吸了口酸奶，他们干嘛呢？冉碧玲显然见怪不怪，肯定是有校草班草级别的美貌少年在打篮球呗。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会不会是苏云？冉碧玲艰难地看着我，你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作为我的同桌，他再了解不过了，这才转来几天啊，每天早上来到学校，课桌抽屉里的情书啊、礼物啊，多的都要漫出来。这姑娘也不含糊，书包都没摘，就2手一跑，把那堆东西直接从抽屉转移到垃圾箱，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我忽略了她的话，摇摇晃晃地垫着脚尖，注意力完全被篮球场里的人吸引。我们还没挤进去，就看到那群人又开始往外涌了。我一脸失望，结束了吗？冉碧玲看了眼时间，差不多吧，快上课了。可是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冉碧玲忽然把我拉过去，示意我往篮球架下看。你情敌出现了。我一愣，四处看着，谁？冉碧玲一脸无奈，你情敌啊，咱们年级的方怡，女学霸，学校里有名的2大学霸，高中部的苏云，初中部的方怡。方怡，我咬着吸管，皱眉，这名字取出来就是为了占人便宜的吗？冉碧玲没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我上上下下打量着不远处的女生，高高瘦瘦的，及肩的中长发，规规矩矩的穿着校服，长相清秀，最吸引人的是身上散发着的那股才女气质。我有些不开心了，她也喜欢苏云吗？冉碧玲点头。何止是喜欢啊，都是高处不胜寒的学霸，单方面的惺惺相惜和情不自禁。不过可惜啊，苏云可能压根都不知道他是谁。我看着方怡握着瓶饮料站在苏云面前，她旁边还站着几个女生，正热情地举着五花八门的饮料瓶和毛巾递给苏云。苏云看也没看，撩起球衣下摆，擦了把脸，球衣下腹肌的块状线条隐约可见，在阳光下散发着让人脸红心跳的水光。冉碧玲被我脸上的狰狞吓了一跳，别咬了，据说喜欢咬吸管的人占有欲都特别强。冉碧玲话还没说完，我就捏着手里的酸奶瓶冲了过去，喝我的。苏云看着被咬得惨不忍睹的吸管，伸手接过来，低头吸了几口，然后回身扔到不远处的垃圾桶里。我的脸色总算缓和了点，脱下身上松松垮垮套着的校服，顺势甩到苏云身上，还你。说完就转身拉着冉碧玲走了，留下半个篮球场的人石化在原地。苏云喜欢喝酸奶，还有那校服怎么回事？苏云一言不发地回到教室，拧开水杯，猛灌了几口水，才冲散了口腔里粘稠酸腻的不适感。这丫头一定是故意的，明明知道她不爱奶制品。她叹口气，把校服收起来，触感有些奇怪，把手探进衣兜，那里放着一颗水果糖，我爱吃的芒果味。她无声地勾起唇，那边冉碧玲还处在震惊中。你疯了吗？给苏云喝你剩下的酸奶？我很是认真地反驳，不是喝剩下的。那酸奶很好喝的，我本来自己可以喝完的，是我让给他喝的。冉碧玲对我的逻辑顶礼膜拜。还有那校服，你借的是苏云的？我耷拉着眉眼。是啊，怎么了？冉碧玲深吸一口气，他为什么愿意借给你？我踢踏着脚边的碎石，我怎么知道？可能他喜欢帮助同学吧。冉碧玲冷笑几声，苏云喜欢帮助同学？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就不喜欢帮助同学了？我听不得别人说苏云不好，反驳道。你借过吗？他没借给你吗？冉碧玲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摇摇头，没借过，没借过，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借给你呢？冉碧玲想象了一下我找苏云借校服的下场，猛地缩了缩脖子。我有那个自知之明，我煞有其事的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苏云不是高冷，他是害羞不好意思，表面上是别人和他说话，他面无表情的走开。人不好意思的时候不都是要赶快逃走的吗？他也是啊，所以你们不要误解他。冉碧玲呵呵了2声，陈清欢，我信你个鬼。我们边聊边回了教室。到了下午，苏云就意识到自己被我坑了。下了课，他不过就是去了下洗手间，再回到教室，桌子上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酸奶。向佩、文佳和姚思天3个人在旁边笑得不要不要的。他看着向佩，无声地问他怎么回事。向佩马上交代，好几个女生送你的。不过云哥，你什么时候喜欢喝酸奶了？苏云长长的叹了口气，他微微皱眉，你们喜欢就分了吧，不喜欢我就扔了。别啊，人家女孩子的一片心呢。向佩边说边拆开一盒，喝了一口，忽然趴到桌上，捂着肚子，一脸惊恐地挤出几个字：这奶有毒。姚思天、文佳翻白眼，给出评价：戏精。那天的酸奶被向佩一个人解决了，垃圾桶里的酸奶瓶更是坐实了苏云喜欢喝酸奶这个传闻，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等苏云再去打篮球，场外的女孩子手里拿的都是酸奶。我终于如愿的看到了苏云打篮球，不过这不是此行的目的。我站在篮球场边，手里摇着水壶，嘴里念念有词的说，他不喜欢喝这种东西的，他只喝白水。有离得近的女孩子大概听到了，转头看过来，我掩饰性的拧开保温壶，倒了杯水自己喝着，看着苏云被这么多女孩子围观，我越喝火气越大。冉碧玲在旁边看着奇怪，上次没看到不高兴还说得过去，这次看了全场你怎么还生气？我咬着下唇，凶巴巴的回答，只是看了全场，又不是包场，有什么可高兴的？冉碧玲觉得这个女孩子真是有意思，强忍着笑，你说的对，就算是包场，大概你也不会满意，最好是包了那个打篮球的人才好呢。我瞪了她一眼，冉碧玲笑得更欢畅了。上课时间快到了，那群男生也结束了比赛，一群女孩子立刻就围了上去。我还在生气，站在原地远远看着。
也没有上去找苏云的意思。苏云很快发现我，走过来冲我伸出手，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被汗水打湿，还有几滴汗水正顺着脸颊往下流。午后明媚的阳光从他身后照射过来，整个人就站在金色的光圈里，连额角的汗珠都晶莹剔透的泛着光。我忽然就不气了，自觉把水壶放到他手里。苏云仰头喝完，把水壶还给我，我撅着嘴磨磨蹭蹭的接过来，转身走了。苏云看着我的背影走远，也回了教室。我们全程都没交流，周身却莫名流淌了一股暧昧的气氛，留下一群女孩子小声讨论着，不是说苏云喜欢喝酸奶吗？怎么又喜欢喝白水了？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是听说的，上次陈清欢拿给他的酸奶他真的喝了。冉碧玲也奇怪，追上去问苏云到底是喜欢喝酸奶还是喜欢喝白水啊？我摇晃着水壶，一脸神秘，你猜，说不定他下次就喜欢喝苏打水了呢。冉碧玲无语，好，你说苏云爱喝什么他就爱喝什么好了吧。苏云的爱好标准大概是我拿什么他喝什么，我说他喜欢喝什么他就喜欢喝什么。周四下午，班上的体育课和苏云班的紧挨着，我准备去体育场上课时，正好遇到苏云下课。他刚从体育馆出来，头发上还滴着水，刚喝了半瓶水，就发现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个人。我等他咽下口中的水，才笑眯眯的开口，还是一贯的台词。苏云，对方拧上纯净水的瓶盖，眉眼微抬，我忘了今天有体育课，早上出门没扎头发，你有没有橡皮筋啊？借给我用用。我披散着头发，细长的直发软软的搭在肩上，仰着头眨着一双水润润的大眼睛看着他。苏云摸了摸裤兜，从里面拿出一个小花头绳递给了我，谢谢喽。我从他手心拿走头绳的时候，还有意无意的在他手心里挠了一下。站在旁边的向佩看着走远的我，又看看苏云，一脸的不可置信，你还说你不是变态，你怎么连那种东西都有？苏云没说话，转身回了教室。向佩觉得不对劲，你们俩是不是早就认识了？苏云面不改色的点点头。姚思天一脸震惊，认识多久了？苏云停下笔，难得认真的想了想，很久了。向佩、文佳和姚思天惊讶的异口同声，莫非是青梅竹马？苏云一脸平静，算是吧。不到一天功夫，消息就传开了。冉碧玲坐在课桌上，气得叉腰。陈清欢，你和苏云本来就认识？我一脸无辜的眨眼睛，我也没说过我们不认识啊。周围立刻围过来一群人，真的是之前就认识吗？他们靠得太近，我不自在的往后撤了撤。对啊，你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哥哥呀，亲兄妹吗？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是吧？不是，我捂着脸笑，你们也太能脑补了吧？不是亲兄妹，是父辈关系比较好，所以从小就认识。苏陈两家算是世家，苏云的父亲苏子渊和我的父亲陈慕白从小便认识，几十年的就相识了，两家孩子也是打小就玩在一起。有人忍不住叹气，好羡慕啊，能和苏云关系这么好。我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容更盛了，你们也可以啊，云哥哥人特别好，长得好，脾气好，也有耐心，最重要的是笑起来特别好看。冉碧玲忍不住打断我，你先等一会儿，你说的这个人和我们认识的那个苏云是同一个人吗？笑起来的苏云没见过，想象不出来，众人腹诽，除了长得好这一条，其他的我们实在不能苟同。这和我们看到的苏云是一个人吗？在这之后，我和苏云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下了课间操，我躲在苏云必经之路，突然蹦出来，苏云哥哥，好好走路，小心摔了又要哭鼻子。我可爱的皱了皱鼻子，我又不是小朋友了。苏云笑了笑，大人可不喝这种东西啊。说着意有所指的看了看我手里的旺仔牛奶，我猛吸了一大口，把喝光了的牛奶盒顺手塞进苏云的校服口袋里，然后若无其事的抬手打了哈欠。苏云一脸无奈，我端庄了一会就忍不住笑起来。一直在旁边围观的向佩忽然吊郎当的开口，哟，这是谁啊？云哥，你家小朋友？苏云歪歪头向我介绍，这我同桌。我摆摆手打招呼，嗨。向佩发牢骚，同什么桌啊？我没名字吗？苏云直接忽略向佩，你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我乖乖点头。哦，向佩在后面追着喊，喂，我还没说我叫什么呢。清欢小妹妹，我叫向佩，你有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啊？我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哦。现场鸦雀无声，没人搭理的风云人物向佩很是伤心。周五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惯例全校大扫除，不用上课。苏云陪我打着熟悉校园的名义，在学校里转悠，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我偶尔抬头笑嘻嘻的看他，眉眼弯起的样子特别可爱。他的手掌抬起，像是有意识一般盖在我头顶揉了揉，才想起来问，怎么想起来转学了？我歪了歪脑袋，因为我要和你上一个学校啊。那怎么没提前告诉我？我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要考察敌情啊。苏云扬了扬眉，考察的怎么样？我像模像样的叹了口气，敌众我寡啊。苏云笑了下，那该怎么办呢？我回忆了下，陈老师说敌众我寡，当避实击虚。苏云一愣，哪个陈老师？我一脸神秘，陈慕白老师啊。苏云又笑起来，陈老师是高手啊。新环境还适应吗？我认真想了想，还好吧。同学们呢？好相处吗？我还不太认识，不过我同桌人很活泼大方，很好相处，遇到什么事都要跟我说。还有这边教的可能和你之前学校不太一样，如果跟不上就告诉我，我帮你补习。我忽然眼睛一亮，来我家吗？苏云点点头，都可以。我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一脸期待的看着他。那这周末去游乐场吧。苏云头疼，是在哪里补习都可以，不是去哪里玩都可以。我泄气的垂下头。哦，当天下午有目击者称，看见高中部那个高冷学霸加研霸苏云竟然陪着新来的转校生逛校园，不止话多了不少，笑起来的样子更是阳光和煦，活脱脱一个阳光美少年啊，当真是鲜衣怒马少年时啊。
而且还首次在众人面前使出一招摸头杀，别的女生叫一声他的名字，他都要皱眉的苏云，竟然允许一个女生黏在他身边，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周五放学的时候，学生们带着明显的兴奋，可这份兴奋在各科老师挨个布置完作业之后消失殆尽。冉碧玲碰一脸呆滞的盯着黑板的我，快把作业抄下来啊！一会儿就擦了，我还是一动不动，有气无力的抱怨，不就是休息2天吗？怎么要写那么多作业啊？你之前的学校没那么多作业吗？没有啊，那你就要好好适应了，这还是老师们手下留情了，那不写会有什么后果啊？冉碧玲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新同桌陈清欢，你转到这个学校单纯为了来看苏云的吧？我继续无精打采的盯着黑板，你说呢？冉碧玲摊摊手，我懒得说了，整个周末苏云都在我的抱怨声中度过，他怕耽误我写作业，就没叫我补习。周日晚上，他特意打电话问我作业都写完了吗？我嘴里嚼着苹果，含糊不清的回答没写啊。苏云顿了几秒才重新开口，那你2天时间都在干什么？我掰着手指开始念叨，周六起床就中午了，吃完饭看了会电视，然后吃晚饭，玩了会电脑，期间还和你在网上聊天啊，然后睡觉，今天也差不多，现在再和你打电话，哪有时间写作业？苏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喜欢周一吗？我的声音里难掩愉悦。喜欢啊，因为可以见到你了呀。苏云没再说话，我似乎听到他若有若无的叹了口气。周一一大早，苏云远远就看到我被拦在学校门口，站在一堆人里，也不好好站着，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找什么。他叹口气，走过去，指着我问学生会的同学，他怎么了？那个男生恰好认识苏云，叫了声学长。今天学校突击检查学生证，他没带。苏云一脸平静的胡说八道，他是转校生，学生证还没办出来，让他先进去吧。男生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转校生啊？他没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听说有个转校生来着，就是他啊，那快叫他进去吧。苏云冲我打了个手势，我欢快的小跑着进了校园。他向学生会道了谢，拉着我走开了几步才问，你的学生证呢？我一脸无辜，我没带呀。苏云无奈的交代，学生会不定期检查学生证和校徽，你平时就放在书包里，不要拿出来。我乖乖点头，哦。苏云觉得他提醒过了，在这方面我应该不会出差错了。谁知仅仅隔了1天，我就又被拦在了校门口。同学，你的校徽呢？我一脸无辜，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男生，什么东西？那个男生指指自己左胸的位置，重复了一遍校徽。我恍然大悟，我不知道呀。那个男生也没多说什么，递给我一个记录本、一支笔，没带就在这里写上姓名和班级。苏云刚踏进学校就看到这一幕，叹口气，卸下自己的校徽，上前塞到我手里，转身在记录本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班级，然后推着我进了校门。我还一脸状况外的小模样，捏着小小的校徽左看右看，给出评价，好丑。向佩、文佳和姚思天看了全场戏，从后面追上来，一脸幸灾乐祸。云哥，你惨了，被学生会记名，要被老丁骂死了。我担忧的看向苏云，老丁是谁？很凶吗？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几年后，我想看看竹马有没有遵守约定，于是偷偷转到他的学校。我担忧的看向苏云，老丁是谁？很凶吗？苏云一脸坦然，没事，快去上课吧。他说没事，那就不会有事。于是我笑着摆摆手，往自己教室走。果然晨读还没结束，老丁就进来了，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才在苏云桌前停住。苏云抬头看向他，在嘈杂的读书声中，老丁和风细雨的问，忘记带校徽了啊？向佩几人立刻正襟危坐，不易察觉的往苏云的方向靠了靠，想要听他怎么回答。至于嘴里在念什么就不知道了。苏云淡定开口，不小心弄丢了。3个人在心里怒吼，老师，他又说谎。可惜老丁听不到，这帮学生正值荷尔蒙爆炸时期。苏云平日里安安分分的，可架不住一些女孩子春心萌动啊。之前也出现过，她的试卷啊、作业本啊，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不知道被谁私藏起来了。估计校徽也是这种情况，也怪不得他。老丁放了没心的在他桌角，我这里还有多余的，你用这个吧。苏云点头道谢，谢谢老师。老丁一走开，向佩踢姚思天和文佳的凳子，他俩回头，向佩指苏云，论胡说八道，强都不服我，只服云哥。苏云恍若未闻，低头看书。周一上午第3节课本来是数学课，可数学老师临时请假就改上了自习。肖云心里挂念作业没写的我，低声交代向佩，我出去一下，有老师来。苏云话还没说完，向佩一脸我懂的表情，我就说你去泡妞了。苏云瞪了他一眼，向佩立刻换了答案，我说你去医务室了。苏云没搭理他，有老师来你不要多嘴，老师不会问我的。说完便堂而皇之的从后门出了教室。向佩一副受到重创的表情，捂着胸口左看看右看看，却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才收起表演欲，低头看体育杂志。苏云到了初中部，果然看到我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靠墙站着，脑袋左点右点，一点都不老实。上课时间，走廊上静悄悄的。苏云走近，怎么站在这儿？我笑嘻嘻的道，罚站啊。他叹了口气，真的一个字都没写啊。我抿着唇冲他乖乖的点头，那乖巧的模样真的是别人他不知道，反正他是狠不下心来说什么。他随口岔开了话题，这周末有康万生老爷子的演出，你想不想去？想去的话我可以拿到票。我眼睛一亮，哇，康爷的演出嘛。苏云点头，要去吗？我转头看他，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期许。和你一起吗？其实苏云对这位大师不太了解，可没办法，他知道我喜欢。他迟疑了下，还是点头。我立刻小声欢呼雀跃起来，
好呀好呀，前一秒还笑着，下一秒小脸就垮了下来，可怜兮兮地看着他。苏云哥哥，我累了。苏云无语，下次还敢不敢不写作业了？我大半个身子都靠在他身上偷懒。苏云哥哥，你们作业是不是更多？苏云微微调整了下姿势，让我靠得舒服些。对呀，我不解地问，那你是怎么写完的？苏云神色如常地回答，不写。我立刻站直，盯着他，脸上写满惊讶。你说什么？苏云轻咳一声，我的作业老师不会检查。我似乎找到了盟友，坚定了我不写作业的决心，笑得不怀好意。嘿嘿，那我也不写。苏云低头看我，还想罚站啊？我一脸苦大仇深，死撑着不肯松口，翻来覆去的重复着一句话，我累了。话音刚落，下课铃就响了，我还靠在苏云身上耍赖撒娇加卖萌。陆续有老师和同学从教室里出来，于是整个走廊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并表示震惊。初中部的新晋小校花和高中部的学霸扛把子站在一起罚站，小校花正抱着扛把子的手臂不撒手，传说中清贵疏离的扛把子竟然没推开他，低着头不知道在跟他说什么，脸上丝毫不见冷漠嫌弃，似乎还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说中的宠溺。苏云这尊大神从来不去别班串门，他上次出现在初中部大概是他初中毕业的时候，现在这么堂而皇之的站在这里，不一会儿就引来众人围观。他没有让人围观的爱好，扶我站好，拍拍我的后背。好了，下课了，回座位上休息一会儿吧。我软着声音问，那下节课怎么办呢？苏云无语的看着我，半晌叹了口气，你跟我过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他来办了。苏云拉着我往教室办公室走，快到了才问，你们班主任在哪间办公室你知道吗？我指指前面的一间，你找他干嘛？苏云点头，到了门口又问我，哪个是你们班主任？我探着身子看了看，指指窗口，那个胖胖的。苏云敲敲门，拉着我进了办公室，直奔窗口那张桌子去了。老师，你好。胖胖的杨泽言看着面前站着的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他班上新来的转校生，另一个看着有点眼熟。他一愣，你好，什么事？旁边桌子的老师顿时笑了，提醒他，老杨，你不认识他啊？我们学校第一学霸苏云啊。杨泽言恍然大悟，你就是苏云啊？知道，听说过，你上初中那会儿我在教高中部，所以没见过，但是听过你的名字。找我有事儿吗？苏云微微颔首，然后看了我一眼。她是我妹妹，刚转来，可能对新的学习环境不太适应。如果她做错了什么，您别罚她，您来找我，我来教。我在高2、7班。杨泽言有些微胖，看上去很是和气的脸上本来还挂着笑，听到高2、7班几个字之后忽然顿住，半天没说话。苏云继续开口，他周末的作业没写，能麻烦您给其他任课老师说一声，先别让他罚站了吗？过了半天，杨泽言才如梦初醒，点头答应，行，没问题。说完又看向我，你被罚站了？我点点头。杨泽言听后去看桌上贴的课表，我看看啊，是赵老师罚的吧？赵老师这人啊，人是好人，就是对学生严厉了点，罚站也影响听课啊。没事儿，一会儿我跟其他老师打声招呼，快回去上课吧。苏云准备道别，那谢谢您了，我们就先走了。杨泽言踌躇了下，叫住他，高2、7班是丁淑颖老师班上的对吧？苏云点头，对，丁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杨泽言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让我们走了。苏云把我送回教室，还不忘交代我好好听课，认真写作业。我乖乖的笑着点头，却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初中部的放学时间比高中部早半个小时。苏云推着自行车出校门的时候，就看到我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人。看到他之后，小跑着过去。苏云哥哥，怎么还没回家？司机有别的事情，不能来接我了，你把我送到地铁站吧。我好不容易打发了家里的司机，就是为了和他一起回家。苏云也没怀疑，接过我手里的书包挂在车把上，歪歪头，上来吧。学校门口最热闹的时间，不知道多少人听到了那声苏云哥哥，我手还亲密地放在了苏云的腰上。冷面大魔王苏云的后座上终于有人了，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男生纷纷安慰自己，输给苏云不丢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渐渐有人开始传，我之所以成为近几年来唯一一个转校生，是因为我爸爸给学校捐了一栋楼。说的人多了，信的人自然也多了，再加上我平时也不见多用心的学习，不学无术，富二代的形象越发深入人心。冉碧玲倒是不在意我这个同桌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她就觉得我这个人有意思，漂亮，不清高，大方，什么东西都会和她分享。课间休息，坐得近的同学凑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陈清欢，你爸真的给学校捐了一栋楼啊？我眨眨眼睛，脆生生的回答，我不知道呀，你爸是干什么的？冉碧玲看着几个不怀好意的女生，像赶苍蝇一样挥挥手，喂，没事打听人家家里的事儿干什么？你先说说你爸是干什么的，随便问问吗？又没问你。我揽住冉碧玲的手臂，我爸爸不太好说，他上班不太努力，有时候快中午了才去上班，所以工作做不完就要加班到深夜，而且收入不太稳定。众人听得半天无言，过了会儿才又问，那你妈妈呢？我妈妈的情况差不多，不过她赚的好像没有我爸爸多，因为平时零花钱都没我爸给的爽快。众人奇怪，这样的家庭怎么会给学校捐得起楼？那你是怎么转进来的？我看着面前的几张脸，眨眨眼睛，小扇子般的睫毛缓缓扇动，软软糯糯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呀。面对这样的我，他们不好意思再问下去。苏云站在窗外，听得只想笑，原来在这丫头心里，她父母是这样的啊，听上去真的是有点惨。当年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陈家掌舵人陈慕白，
和盛极一时的天才少女顾九思，如果知道有朝一日会被自己的女儿理解成这样，大概也没什么心情搞事业了。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能成为近几年来唯一一个转学生，其实靠的是我自己。父亲陈慕白本来是打算给京大附中捐栋楼来着，可校方看了我前几年参加的国外数学竞赛的成绩单后，就不提捐楼的事情了，让我直接办手续入学就行了。为此，陈慕白还到处炫耀他家女儿多了不起，替他省了一栋楼的钱。苏云抬手敲敲玻璃，坐在窗户旁的我一歪头看到来人，立刻笑起来，把窗户整个拉开，半个身子都探了出去。苏云哥哥，你找我啊？苏云把一个保温盒塞进来，我妈给你的，中午去食堂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昨天苏云送我去地铁站的时候，半路上我说饿了，想吃他妈妈做的饭，他只好带我回他家。当天晚上我嘴甜的开花，把苏云老妈随意哄得眉开眼笑，不止做了整整一桌子菜喂我，今天一早还让他把饭菜给我送来。看到原本在聊天打闹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苏云微微皱了皱眉，我先走了。我大半个身子都探在窗外，大声叫他，我们中午一起吃啊，我中午有事，你和同学吃吧。我老老实实的坐回位置，小声嘀咕，被拒绝了呢。苏云一出现，大家的话题就自动转移到他身上。苏云还没走远，就隐隐听到有人问我，陈清欢，苏云家里是做什么的？他渐渐走远，我的回答已经听不清楚，不过不用听大概也能猜到我的答案。苏伯伯啊，一到节假日就特别忙，可能是送快递的吧。苏伯母呢，经常说什么刀啊什么的，大概是杀猪的。隋医生如果知道了，会不会每次拿起手术刀的时候就会开始琢磨，一会儿是红烧呢还是爆炒？至于苏部长，送快递算是体验生活吧。苏云的唇角不自觉的勾起，好心情一直持续到回到班上，我好不容易打发了那群人，一转头就发现冉碧凌双眼冒绿光的盯着桌子上的饭盒，一脸膜拜，嘴里还叽里咕噜的念着什么。苏云妈妈做的，她就是吃这个长大的。说完一把握住我的手，中午能不能分我一点？我被他吓了一跳，试探着问，沾沾仙气下次考试排名好靠前些吗？冉碧凌呲着牙猛点头，我无奈，好吧。苏云从后门走进教室，还没坐下，文佳就冲他挤眉弄眼，云哥，外面有人找，等你半天了，没看见吗？苏云刚从我那里回来，所以来者不可能是我，他头也没抬，淡淡道，说我不在，得嘞。文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冲着门口喊，苏云说他不在，教室里立刻一阵大笑，他中午是真的有事，学校的数学竞赛组通知他中午开个短会，中心思想是有个组员因为要毕业了想退出，现在需要添加个新人进来，问问他们有没有好的候选人，推荐一下。下面一片沉默，苏云迟疑了下开口，我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在座的几个人竟然有幸听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苏云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字。竞赛组的组长吴老师好奇，谁？苏云缓缓吐出一个名字，陈清欢。吴老师转头看看数学组的其他老师问，陈清欢是谁？下面有学生窃窃私语起来，好像是初中部新来的那个转校生，听说家里挺有钱的，给学校捐楼那个，不是吧？后来又听说就是一般家庭，不知道是谁，用不大不小的声音阴阳怪气的开口，苏云，别把私人感情掺和进来啊。苏云也不见恼，依旧平淡的开口，我只是提议，采不采纳看竞赛组的意见。吴组长转头跟副组长冯老师商量，初中部的啊，年纪是不是小了点？冯老师想了下，问苏云，数学水平怎么样？不在我之下。苏云的回答依旧简单明了，似乎还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吴组长点点头，那这样，徐老师你不是教初中部的吗？你下午去看看，叫他来试试。初中部的数学老师徐老师点点头。下午下了第一节课，徐老师来到班上找我，在门口等了会儿，就看到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子走了过来。她简单把情况说明了一下，我一脸茫然，什么？徐老师开门见山，你愿意加入竞赛组吗？我兴致缺缺的眨了眨眼睛，哦，不愿意。徐老师看着这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他以为数学竞赛组是随便进的吗？可是苏云推荐了你，我以为你也是有这个意愿的。啊，这样啊，那我考虑下。我一听到苏云的名字，马上转变了态度。需要我做什么吗？徐老师看着这个小姑娘，仰着头，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正好我们下午有个模拟训练，你来参加下，看看结果再说。我会跟你们班主任说一声的。苏云也会去吗？徐老师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回答我，对，他也会参加。我抿着唇笑起来，笑眼盈的样子很可爱。那我去。下午下了第二节课，苏云去了竞赛组平时训练的教室，等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我的身影从远处慢悠悠的晃过来，丝毫不见踩着点到的慌乱。我空着手就来了，大概刚睡醒，脸颊上还带着红色的压痕，显得格外娇憨可爱。进了教室就直奔苏云去了。苏云给我一支笔，顺便揉了揉我脸上的红痕，你认真点儿。我一看到苏云就精神了，笑嘻嘻的点头，好呀。苏云想了下，就是一些模拟题，中文的，和之前那些差不多，男不倒女。我笑眼盈盈，那我们提前交卷出去玩吧。我看苏云半天没说话，便点着脑袋念叨，好吗？我知道不可以提前交卷，那你可以坐我旁边吗？苏云指指我的位置，不可以。我张张嘴，发出个单音节，哦。我依依不舍地去了自己的座位，刚坐下就看到老师拿着试卷进来了。冯老师扫了一眼便看到了，有新面孔啊，叫什么名字？我站起来规规矩矩的回答，陈清欢，名字不错。冯老师笑了笑，新同学有什么问题吗？我想了下，认真的抬头问，老师，请问做完了可以提前交卷吗？冯老师不开心了，你是在侮辱我出的题吗？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发试卷。一时间教室里只剩下刷刷的书写声。苏云刚写完最后一笔，就听到有人啪一声扔了笔，紧接着就看到我举起手交卷。冯老师站起来走过来，是放弃了吗？我一脸莫名，放弃什么？冯老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低头去看我桌上的试卷，扫了几眼又拿起来看了看，虽然都不是常规思路，但是都做出来了，
还都是正确答案。他迟疑着问了句：“你都做出来了，没难度吗？”我兴致缺缺，这有什么好难的？就那样吧。冯老师备受打击，你出去吧。冯老师觉得诡异，特意转到苏云身边，这位看样子也早就做完了，大概是为了照顾同考场的同学，所以没有那么高调的要求交卷。他停住，头一次对自己出题的难度产生怀疑，低头小声问：“你也觉得这题没难度吗？”苏云看看他，没说话。冯老师受了打击，有气无力的感人。你也出去吧。教室外，我一脸神秘的拉着苏云走到学校的围墙底下，脸上是天真无邪的表情，嘴里却怂恿着他一起做坏事。苏云哥哥，我还没翻过围墙，正好现在人少，我们翻墙吧。苏云的脸上挂着纵容的笑，你想出去吗？我摇摇头，不想啊。苏云挑眉，那翻墙做什么？我眼底闪着兴奋的光芒，跃跃欲试的看着他。我从来没翻过，就想试试翻墙。我眨着眼睛卖萌，睫毛又密又翘。苏云哥哥，我们就翻一次吗？好不好？苏云垂眸看着面前眉眼弯弯的小姑娘，甜美的令人心神摇曳，磨起人来也让人咬牙切齿，无法拒绝。他还能说什么？除了答应还是答应。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古人的话诚然有道理。我们刚爬上墙头，就听到下面有人喊：“谁在翻墙？下来！”哪个班的？苏云叹口气，跳下去前小声交代我，一会儿你说你叫文佳。不得不说，苏大学神这招栽赃陷害使的真可谓是炉火纯青。说完利落的着地，转身朝我伸开手臂，跳下来吧。我丝毫没有被抓包的惊慌，眉眼飞扬的笑着跳进苏云的怀里。保安把我们带到保卫处，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才放我们走。我被苏云送回教室门口时，还在软软的抱怨，差一点就翻出去了呢。说完又长睫忽闪着看他，我们下次再去吗？苏云失笑，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有些无奈。还去吗？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格外清亮，整个人都鲜活起来。下次你再给我换个名字，我也给你准备个名字。苏云的眉目间尽是打趣，这个小姑娘怎么傻乎乎的，淘气包。等她安抚好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已经下课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文家正和向佩聊得热火朝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苏云看他的眼神怪怪的。过了会儿，就听到苏云叫他，从钱包里掏出张卡递给他，我这里有张游泳卡，到今年年底到期，不限次数，给你了。文家受宠若惊，真的给我啊？云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游泳啊？不过为什么啊？向佩和姚思天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看到苏云竟然用称得上是温和的语气回答文家，不为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向佩表达抗议，云哥，为什么只给文家啊？我也要。姚思天猛点头，我也要，我也要。苏云挑眉，你们也想要是吧？两人猛点头，是啊。苏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俩，会有机会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快下课的时候，果不其然看到丁书莹进了教室，直接冲着文家走过去，敲敲他的桌子，你跟我出来。于是文家一脸迷茫地站起来，跟在丁书莹身后往外走。丁书莹走了2步又回头，苏云也出来。苏云面色如常地出了教室，两人并排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丁书莹瞪着文家，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啊？去翻墙？文家莫名其妙，我没。话还没说完，丁书莹火大，还敢顶嘴。文家越发觉得无辜，我真没。丁书莹没等他说完便念叨开来，你们这帮叛逆期的学生真是不好教了，好的学不会，学坏怎么就那么容易呢？文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挨了顿批呢？丁老师，丁书莹懒得听他解释，大手一挥，先交一份检讨，800字以上，态度要端正，认识要深刻，明天一早给我。文家看丁书莹终于平静下来了，打算解释一下，谁知刚张嘴就被苏云不动声色地按住了手腕。他挠挠脑袋，看着旁边异常沉默的苏云，想起那张游泳卡，傻子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这是间接自愿替人背锅了。文家歪歪脑袋，那他呢？丁书莹像是才想起苏云，苏云回去吧。对了，你先去趟数学组，吴老师找你。文家对这种不公待遇奋力抵抗，他为什么不用写？丁书莹瞪他一眼，他为什么要写？你以后给我注意点，别把苏云带坏了。给宝宝们汇报一下当前的进度，目前进度是第15章，全文后续在七猫，名字青梅奶冻，不要输入错别字就可以搜到哦。好了，我们继续。文家欲哭无泪，到底是谁带坏谁啊？此时的数学组办公室内，冯老师，那个陈清欢怎么样？冯老师叹了口气，一言难尽，情况有点复杂。什么级别的？苏云那个级别的，这么厉害？何止是厉害，简直是个天才。只是这个天才天生反骨。当年苏云出现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满级大佬在屠杀新手村，现在这个小姑娘一来，给他的感觉是一个满级大佬又带了个满级大佬来屠杀新手村了。苏云从数学组回来就看到文家趴在座位上边哭边写着什么，看上去也不太像检讨。他于心不忍，问姚思天，他怎么了？姚思天笑得幸灾乐祸，清君侧，说奸臣当道，是以死清君侧。苏云想了一下，很认真地看向文家，历史上发动清君侧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向佩趴过来，坏笑着问，云哥，你真和清欢小妹妹去翻墙了？够浪漫的啊。苏云面容平和，抽出一本书低头看起来。向佩还在那里打趣他，您老要好好锻炼锻炼身子骨啊，您家小朋友这么古灵精怪的能折腾，您别扛不住啊。苏云难得勾了勾唇角，向佩本来是打算调侃苏云的，谁知他听了不见恼，竟然还笑了。学霸的心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周六晚上，苏云如约带我去看了康万生的演出。我在玄关换鞋子出门的时候，陈慕白面露不悦，眯着眸子问，去哪儿啊？我丝毫没觉察到父亲大人的不乐意。去看康爷的演出。和谁啊？苏云哥哥啊。什么时候回来？陈老师，你好烦呐，怎么跟个中年老男人一样？
一样，能不能有点腔调？陈慕白被老男人3个字噎住，恰好顾九思从阳台进来。怎么了？我皱着小脸，我要和苏云哥哥出去玩。顾九思莫名，那就去吧。我告状，我爸不让。为什么不让？顾九思看向陈慕白，陈慕白冠冕堂皇，一个女孩子晚上还要出去玩，不安全。顾九思往窗外看了一眼，苏云已经在楼下等了，便催我出门，快去吧。一直在看电视的陈清玄真诚贴心地问，小公主姐姐，零花钱够吗？不够我有。我笑着摆手道别，够了够了。陈清玄跳下沙发，送到门口，路上小心哦。关上了门，陈清玄才回到沙发上教育陈慕白，爸爸，你这样是不行的，女孩子不能凶，得哄。陈慕白气得直灌水。顾九思也不明白，我跟苏云出去，他有什么不放心的？陈慕白叹气，就是因为是苏云那小子我才不放心。顾九思不遗余力地打击他，早些年不管，现在管也来不及了。早些年我怎么没管？我这不是……陈慕白顿了一顿，声线低了下去，颇为无奈，不是没管住吗？顾九思满脸嘲弄，你也知道管不住啊。陈慕白忽然正经起来，九思，我们以后不会真的要和苏子渊那家伙做亲家吧？顾九思不介意再刺激他一下，原来你不是这么想的吗？清欢从小到大吃了人家那么多口粮，我以为你早就默认把他抵给人家做儿媳妇了。陈慕白一愣，继而扶额长叹，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了？我和苏云很快就到了戏院，找到位置坐下后，我就开始又吃又喝的。演出开始没几分钟，我就皱着一张脸，隔着桌子凑到苏云耳边，小声开口，苏云哥哥，我想去洗手间。苏云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快去吧。不行，我要看完这段。我忽然坐回去，握紧小拳头，睁大眼睛看着台上，似乎正在努力的忍着。他忍不住笑起来，快去吧，回来接着看。我歪头想了想，好，说完弯腰小跑着出去了，在门口还差点撞上个人。我堪堪歪了歪身子，躲了过去。秦亮皱眉看了眼我冒冒失失跑远的背影，拉着同伴上了2楼。本来出门就晚了，路上又堵，心情再糟糕不过，又差点被我撞到，便把心里窝着的火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好心情被破坏，秦亮觉得今天就不该出门，什么都不顺。谁知刚坐下就被最前排的一道年轻的身影吸引，占据着全场最好的位置，身姿笔挺地坐在一群中老年人中间，尤为显眼，只能看到他的侧脸，留影也压不住他的精致容颜，好像天生就是闪耀夺目的人。这个年纪的男生要么沉溺游戏不可自拔，要么热衷打架打球，一刻都坐不住。难得看到这么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戏的，把少年的清冷干净诠释得淋漓尽致，穿着最常见的白 T 恤休闲裤，普普通通的基本款，穿在他身上却有种说不出的好看，气质清俊干净，端正地坐在那里。他学了那么多年京剧，身段身姿不知道强过别人多少，可这个男生身姿挺刮，举止文雅，随性中透着股从容洒脱，连正脸都没看到，竟然就让他心里一动。他没有了看戏的心思，一双眼睛粘在那个背影上无法自拔。没过一会儿，就看到刚才在门口差点撞到他的女孩子坐到了那个男生旁边，他微微歪头，两人说了2句话便看向舞台。他正看得出神，旁边的同伴忽然轻轻碰了碰他，你看那边。秦亮心虚的赶紧收回视线，转头看向同伴，什么？同伴竟然指向了那道身影，那个男生。秦亮心头一跳，你认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有次我去附中找同学玩，见过一次。对了，还有一次和咱们学校在市体育馆打校际联赛，他也上场了，喊你去你又不去，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不过很有名，名字也很特别，稍微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有女朋友吗？没听说。或许是两人声音有些大，前面有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两人便不再说话，专心看戏。苏云还不知道，他为了哄我开心出来一趟，却被人盯上了。周一上午，竞赛组就通知我进组了，我自己倒是没觉得什么，本来以为参加这个数学竞赛组可以多见见苏云，谁知现实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每次去参加训练，我跟苏云连话也说不上2句，冉碧玲倒是一脸惊奇的看着我，陈清欢，你加入数学竞赛组了？我兴致缺缺道，是的吧？冉碧玲越发惊叹，那是疯人组，整个初中部只有学霸方怡在里面。我单手托腮，敷衍道，很厉害吗？当然。冉碧玲一脸敬仰，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早知道你是个学霸，我还沾什么苏云的仙气儿啊？我抱紧你的大腿就好了。我看着他兴奋的眼神，忽然有些心虚。下午数学课，数学老师一进门就扫了下全班，谁是陈清欢啊？我站起来，数学老师看着我笑，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坐下吧，期中考数学好好考啊。我一脸莫名的坐下，小声问冉碧玲，老师什么意思？冉碧玲看老师转身写板书，便凑过来和我说悄悄话，他啊和方怡他班的数学老师徐老师是死敌，方怡数学那么强，徐老师一直压他一头，现在看到你，大概终于看到出头之日了，当然开心了。我感叹老师的世界好复杂啊。当天下午，数学竞赛组做日常辅导加训练，我没出现，冯老师敲黑板，陈清欢怎么又没来？这都几次了？坐在下面的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起看向苏云。苏云恍若未闻，不表明态度，行为却颇为嚣张。他人虽然坐在这里，手里却在做英语题。冯老师没得到回答，转头问方怡，陈清欢和你一个年级的，他怎么没来？我不知道。方怡有些不屑，冯老师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了？那以后我们也这样，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了啊。眼看冯老师又要发火，苏云眉眼微抬，他不需要训练，他做这些就像做小学数学题一样简单，来了会打击到一些人。冯老师的火势灭了，却开始吐血。苏云，你还是不要说话了，平时不爱说话，一开口那么毒。下了辅导课，苏云慢悠悠地收拾东西准备回自己班上，刚出教室门口就被方怡拦住，一开口便语气不善，苏云，你刚才什么意思啊？苏云低头看了眼拦着他的女生，不认识，避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
方怡被他的冷漠刺激，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质问道：“你刚才在课上那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苏云扯了扯衣袖，被死死攥住，没效果。他又不想去碰陌生人的手，不自觉地蹙眉，却也没说话。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只听到啪一声，方怡的手被人一把拍掉。我凶神恶煞地瞪着他，宣誓主权，他是我的。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几年后，我想看看竹马有没有遵守约定，于是偷偷转到他的学校。我把苏云的衣袖拽回来，还乖乖帮他理好，然后一脸求夸奖的冲着他笑。苏云牵过我的手，翻过来看了看，指腹那里果然有些红。我是陈慕白千娇万宠护在身边长大的公主，身上的皮肤白皙娇嫩，碰一下就要红半天，何况刚才使了那么大的劲，我真的用了最大的力气了。现在指尖还都是麻的。苏云轻轻碰了下，疼不疼？我眉眼弯弯，不疼。我们旁若无人，完全没把在一旁渲染欲气的方怡放在眼里。路人纷纷表示看不下去了。苏云，你也太区别对待了吧？是没看到人家方怡的手背都快肿了吗？可惜苏云已经带着我走远了，听不到了。我们似乎都没把这个插曲当回事儿，边走边聊着，怎么训练课又没来？冯老师太啰嗦了，我听了困。下次如果没什么事就过来听一听。好啊，听苏云哥哥的。人家同学的清君侧终究是没成功。渐渐的，三个人发现苏云为了我这个混世小魔女，不止坑自己，连他们都轮流坑。我每天都能找出100个理由来找苏云，不是缺这就是少吧，都是来找苏云姐。那天更过分，拖着个水壶就来了，问苏云，我们班饮水机没水了，能不能来你们班接点水喝？隔着窗户，向佩坐在座位上，听得想笑。你从东土大唐千里迢迢到西天来，就是为了一壶水，沿路就不能画点圆吗？我言辞恳切，声音又软又糯。苏云能说什么？转身去教室后面给我接水，接了水还不走，手插进他校服外套的兜里，左摇右摆的撒娇。苏云哥哥，地球日的作文我没写，我们语文老师超凶的，怎么办？地球日的作文全校都要写。苏云第一反应是拿自己的给我，又忽然想起来，他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语文组的老师肯定能看出来，于是转头看坐在窗边看热闹的向佩。向佩一脸惊恐地捂住桌子，不是吧？苏云赏脸给了他2个字，拿来。向佩颤颤巍巍地翻出自己的作文纸递给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拿在手里，高高兴兴地跑走了。向佩看了下时间，距离下节课上课还有3分钟，他现在重新写怕是来不及了。就在这时，丁淑莹带着教材进来，小组长先把上次布置的地球日作文收上来，没交的把名字记下来。他们这组的小组长是个瘦瘦小小的男生，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好说话。收到向佩这里，问向佩，你没写啊？向佩恶狠狠地回答，写了。小组长吓了一跳，弱弱的开口，写了，那你给我啊？向佩气冲冲地吼道，不给，你是不是没写啊？写了。两人的对话进入死循环，最后丁淑莹催了，小组长才把收到的交上去。文佳趁机悄悄转头，一手拿着张纸，一手握着支笔，小声问，你真的不在我的清君侧上签名吗？文佳白他一眼，你把你的作文给我，我就签。文佳立刻转了回去，那还是算了。丁淑莹看着手里没交作业的名单，向佩，你的呢？向佩站起来，咬牙切齿，意有所指的回答，被狗啃了。丁淑莹拍桌子，你就是那个狗吧？向佩欲哭无泪，委屈的像个孩子，苦着一张脸默默挨批。好在这节课内容多，丁淑莹没训多久就让他坐下了，让他抓紧补一份交给他。下了课，这次就变成向佩趴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回忆作文内容，一边往作文纸上写。下课前，丁淑莹皱眉嘱咐了向佩一句，下午放学前交到我的办公桌上。说完又和颜悦色地看向苏云，大概是觉得这个学生话实在是太少了，没话找话说，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晚上别学太晚，早点休息。向佩一直埋着头，直到丁淑莹走远了才衰笔投笑。他哪里累了？睡得比谁都早，起得比谁都晚，睡得比谁都多。姚思天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你还少说了一句。向佩疑惑，哪句？还考得比谁都好。戏精向佩彻底崩溃，苍天啊，我为什么会和这种人做同桌啊？天要亡我啊！苏云默默推了张游泳卡到他面前，他瞬间安静了下来。姚思天的幸灾乐祸貌似早了一点，没想到没过几天就轮到他了。周一早上，我起来就不高兴，吓得陈慕白生生把自己的起床气憋了回去。餐桌上逗了宝贝女儿半天，才终于看到一抹勉强的笑，又亲自送到学校门口。迟到是必然的了，我被门卫拦在门口。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是不是从上次的翻墙事件里受到了启发，抿着唇想了会儿，小声回答姚思天。门卫看看我，也没怀疑，递给我一个记录本，把姓名班级写下来。下了晨读课，我悄悄摸过来找苏云，小声跟他说了这事儿。苏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没说什么，只是让我回去好好上课。向佩和文佳都被坑过了，这几天姚思天一直战战兢兢，现在看着老班对他怒目，一颗心终于落了地。他扭头看向苏云，看到他一脸助纣为虐的微笑，便明白了，安心等挨骂。他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好只是迟到。丁淑莹觉得自己在做这帮熊孩子的班主任，肺都要被气炸了。我就一个早上没来你就敢迟到，我要是1周不来，你是不是要上房揭瓦啊？我说你们3个怎么回事啊？接连不断的出状况，别耽误人家苏云学习。战火开始蔓延，向佩、文佳和姚思天瑟瑟发抖，心里有苦说不出。陈清欢真的是个祸害啊！苏云还昏庸无道，竟然助纣为虐，求求你让那个昏君放过我们吧，我们要好好学习。当天下午，丁淑莹去开班主任会议，会上被点名批评，因为他们班最近频繁出问题。杨泽言坐在他旁边幸灾乐祸的哼笑，丝毫不知道自己班
湾上有个不定时炸弹，只不过这个定时炸弹被灭火队员苏云用3张游泳卡暂时压了下去。丁书莹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他背锅，转头瞪了他一眼，暗暗想着回去要骂人。坑完4人组之后，我终于适应了新的校园生活，学会乖乖穿校服、带校徽、写作业，状况少之又少了，只不过多了个外号——混世小魔女。向佩、文佳和姚思天对我是又恨又怕。天气渐渐热起来，少男少女们躁动的心渐渐复苏，蠢蠢欲动。自从上次我拍了方怡一巴掌之后，方怡很久都没出现。对于这个情敌，我压根儿没放在眼里。我看上去笑眯眯的，好像很好相处，其实什么都入不了我的眼，我谁都不看在眼里。我从小被陈慕白带在身边，什么美人什么美色没见过。虽然方怡颇有几分姿色，不过在我眼里根本不够看的，充其量也就是个气质凑合、五官寡淡的人。配苏云吗？没别的，就3个字儿，配不上。我本以为方怡这样的才女还是有几分傲气的，上次苏云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她也应该偃旗息鼓了吧？谁知我低估了才女的执着。课间我和冉碧玲从卫生间出来，就被方怡拦住。我眨眨眼睛，一脸莫名的看着她。课间休息时间，向佩从外面跑进来，一脸兴奋，大八卦哎。有没有人想听？苏云一向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对八卦丝毫不感兴趣。文佳正忙着补作业，没空理他，头都没抬。姚思天最善良，前后看看，怕向佩冷场尴尬，立刻挤出一抹浮夸的笑来。有，我想听，快说快说。向佩白了他一眼，受了打击，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声音里透着满满的低落。我不想说了，边说还边娇情的拿眼神瞟苏云。苏云瞥他一眼，看他憋得实在是难受，说话音还没落，向佩立刻恢复了进门时的兴奋。初中部女学霸方怡跟陈清欢宣战了，就赌期中考试谁的分数高。文佳百忙之中抬头插了句话：分数高者得云歌吗？向佩摇头，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小女生不是最在乎这个了吗？说了总不好看吧？苏云倒是一直没表态。姚思天主动问云哥，你不担心你家小朋友啊？苏云笔尖一顿，不担心。向佩很不赞同，我可听说方怡从小到大就没考过第2名啊。苏云慢悠悠地吐出一句，那是因为没有遇到陈清欢。向佩撇嘴，也太护短了吧。向佩还真是冤枉苏云了，他没有一点点刻意或者针对谁，就是单纯的偏袒陈清欢，坦荡的不能再坦荡了。他就是觉得陈清欢好，他的想法很简单，陈清欢是他的心头好，他的眼里就只有陈清欢，心思坦荡，干脆利落，别人好不好和他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是陈清欢，所以就应该那么说那么做，不会去考虑别人怎么想，只关心陈清欢怎么想，会不会高兴或者不高兴，不是不尊重别人或者看清别人的心意，只是本能使然。我倒是没在苏云面前提起这件事，苏云也假装不知道。方怡被数学竞赛刺激到了，更加努力的复习，可我却依旧懒散度日，该吃吃该玩玩，对着苏云撒娇卖萌，除了上课时间稍微认真点，放学了连课本都不带回家，期中考还没开始就抓着冉碧玲问学校惯例是考完试放几天假，会不会布置作业之类的，暗暗想着放假和苏云去哪里玩。苏云则在心里盘算着，数学他没问题，跟数学相关的物理化学问题也不大，生物嘛就看他兴趣了，语文他不喜欢抄抄背背的，作文也不按套路来，好不到哪里去。英语他从小上的是国际学校，也是没问题。地理他是个路痴，方向感极差，就看他造化了。历史去年暑假去欧洲玩的时候还帮他梳理过中外史，多少有点用吧，希望他还记得。政治完全不指望了，综合算下来顶多就是个中等偏上。周二下午照例是全校大扫除，苏云拿着抹布在擦玻璃，向佩穿着球衣直接从另一边窗台上跳进来，跑得气喘吁吁。云哥，你快去体育场看看，你家小朋友被足球踢到了。苏云一听，扔了抹布，穿过大扫除的人群跑向足球场，文佳在旁边鼓掌。云哥的心如止水技能被封印，可喜可贺啊。姚思天点头补充，封印者陈清欢。足球场在体育场中央，两边都是塑胶跑道。苏云一进来就看到跑道上围着一群人，他很快跑过去拨开人群，然后就看到了低着头坐在地上的小姑娘，旁边他的同桌还在对着一个抱着足球的男人横眉冷对，是踢球还是踢人啊？那个男生一脸歉疚，不知道是第几次道歉，对不起。苏云蹲下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抬头，果然泪眼朦胧的看到他的眼里一直含着的热泪终于滚了下来，可怜兮兮的叫了声苏云哥哥。苏云抬手替我擦掉眼泪，低声问砸哪儿了？我抬起手，小心翼翼地摸着脑袋的右半边，轻声啜泣，这里。苏云拉下我的手，轻轻附在伤口上，果然起了一个大包。他很快弯腰横抱起我，我先带你去医务室看看。那个抱着球的男生挠着脑袋，实在是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苏云看了他一眼，恶狠狠道，下次小心点。说完又对冉碧玲交代，麻烦你帮他请个假。冉碧玲被苏云的公主抱震惊到，目瞪口呆地看着，听到他对她说话才回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好的，然后转头看了看周围人的脸，果然被震惊到的不止他一个。我缩在苏云怀里一直不停地哭，鼻涕眼泪蹭了他一身，他尽量走得平稳，低头小声安抚我，吓到了是不是？我睁着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点点头，一动豆大的泪珠便掉了下来，越发招人疼。他低头用脸颊蹭了蹭我的额头，声线温柔下来，没事了，别哭了，清欢乖啊，清欢乖啊，这4个字贯穿了我和苏云相识的岁月，那是我独有的，在这个世界上我独占着苏云的温柔。我果然不再哭，又往他身上蹭了蹭。学校医务室的水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苏云不放心，打算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在他怀里挣扎了下，苏云哥哥，你累了吗？我可以下来自己走。苏云拖着我小小软软的身体，笑了下，不累，那么轻，怎么会累？我又挣扎了下，硬生生从他怀里跳下来，把手塞进他的手心里。我真的可以自己走，你牵着我。苏云牵着我去了医院，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晕不晕累不累，我大概也缓了过来。
脸上很快又有了笑容。在医院做完检查，苏云再三确认我没事了，才送我回家。我仰着头问他，可是我的书包还在学校，我们不回去拿了吗？苏云伸出食指勾了下我的下巴，拿回去了你也不会学习。我歪歪头，可是有人跟我宣战了啊，据说是个超级厉害的女学霸。我一口气说了很多，又恢复成了那个在苏云面前叽叽喳喳的陈清欢。苏云牵着我从医院走出来，夕阳已经出现在天边，把两个靠在一起的影子拉得很长很远。苏云把我送回家之后才回自己家，进门的时候饭菜已经上桌，他洗了手就去帮忙摆碗筷，随意忽然叫他苏云，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杀气，就是当你妈叫你全名的时候。他抬头，目光坦荡的和随意对视许久，然后蓦然开口，妈，汤糊了。随意恍然，转身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一家四口都上了桌。他边吃边不经意的问，听说你今天带女孩子到医院做检查？苏云的回答一贯的简洁，随意放下筷子，搞出人命了吗？苏云听了这话连眉毛都没动一下，没关系，你告诉妈妈，血气方刚的年纪嘛。随意边说边和苏子渊对视了一眼，爸爸妈妈都是可以理解的。苏云决定反击，你们当年搞出来过吗？随意一脸挫败，冲苏子渊吐槽，你儿子啊，就是话太少，太冷漠了，逼急了还咬人，一点都不好玩。苏子渊安抚的笑了笑，然后冲小儿子开口，你起个话题，每个人都要参与。苏云婷的性情比那一副一凶要直爽活泼许多，整天活蹦乱跳，爱八卦，皱着眉苦思冥想了半天，才起了个话题，哥，听说陈清欢转到咱们学校啦。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几年后，我想看看竹马有没有遵守约定，于是偷偷转到他的学校。苏云还没说话，随意就问，真的啊？上次他来家里吃饭你怎么没说？苏云继续低头吃饭，没什么好说的。随意彻底无语了，天都聊死了。其余三人决定还是专心吃饭吧。第二天，我被一个男生拦在了去食堂的路上，那个男生腼腆地看着我，同学，你的头没事了吧？我皱眉瞪他，你谁啊？男生挠挠头，耳朵尖都红了，吞吞吐吐的开口，你不记得了？昨天是我不小心。冉碧玲看他那么费劲，一句话说的不像个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踢球砸到你的那个，我没精打采的瞄他一眼，没再说话。男生看看冉碧玲，又看看我，开始做自我介绍，我叫楚佳许，是初二班的。冉碧玲白他一眼，你什么啊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有话快说。楚佳许这次开口就顺畅了很多，我想请你吃饭，给你道歉。我看他态度还挺诚恳的，摆摆手，道歉我收了，吃饭就算了。说完转了个方向准备绕开他，却又被拦住。陈清欢，我不耐烦的看向旁边，忽然在人群里看到了一道身影，我很快把头转回来，一改刚才的冷淡，笑眯眯的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一笑，楚佳许本来已经恢复正常的脸又红了，我们班有好多男生喜欢你，我听他们说起过你，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你吃个饭道个歉，我觉得差不多了。又笑了笑，哦，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吃饭了，回头见。说完拉着冉碧玲走了，冉碧玲还一脸奇怪，盯着我脸上狡黠的笑，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收起笑容，一脸纯洁无辜，什么也没有呀。不远处的向佩啧啧了两声，一脸揶揄的看向苏云，哟，清欢小妹妹劈腿了。苏云面上看上去无动于衷，他从刚才看到现在，那个男生不知道说了什么，我忽然对他笑了一下，那个男生好像被我的笑容晃了神，木讷的摆手和我道别，半天没动，那一脸痴迷的样子终是让苏云的脸色沉了沉。向佩幸灾乐祸的看着，你这个小白兔妹妹要被大灰狼叼走了。不知道苏云在想什么，沉默了半晌才眯着眼睛低哼一声，他才不是小白兔，他就是一大尾巴狼。向佩忽然正经起来，说真的，学校里追清欢小妹妹的还真的挺多。苏云依旧一言不发，向佩决定一鼓作气再捅上一刀，可还没张口就被苏云一个轻飘飘的眼神压了回去。下午放了学，我又在学校门口等苏云，苏云今天没骑车，我们便一起走了走。他像是无意般问起，今天认识新朋友了吗？我想了一下，哦，你说楚佳许啊？楚佳许是谁？就是昨天踢球伤到我的那个男生啊。苏云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凑到他面前，眼睛睁得大大的，越发显得清灵娇憨。怎么了？苏云笑了笑，没怎么。走了一会儿，我又歪头看他，苏云颇为沉得住气，又对我笑了一下，似乎没什么异常。又走了几步，我忽然停下来，环住他的腰，垮着一张小脸，撅着嘴撒娇，苏云哥哥，我累了。苏云上前半步，微微俯身，上来，我背你。我瞬间笑起来，一双眸子灿若星辰，笑嘻嘻地跳到他身上，拿脸紧紧贴着他的侧脸。小姑娘的肌肤细嫩滑腻，带着微微的凉意，贴上他的一瞬便让他忍不住勾起了唇角，颠一颠，我便咯咯咯地笑起来，就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我趴在他背上，走了一段才凑到他耳边小声说，苏云哥哥，我不喜欢和楚佳许玩。苏云一顿，没说话，继续往前走。我声音更小了，香香暖暖的气息喷在他耳边，我喜欢你。也不管他有没有听到，楚佳许后来又来找过几次我，可他也不敢直接找，每次都打着来找冉碧玲的名义。几次之后，我似乎看出了什么，每次远远看到他过来，就推冉碧玲出去。冉碧玲也烦烦的看着这个腼腆爱脸红的男生，实在是头疼。来过好几次了，重点一句没有，就知道和他东拉西扯，没见过这么费劲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伸手过去，喜欢陈清欢是不是？情书还是礼物？给我，我帮你给他。楚佳许一脸紧张，不是，我不喜欢他。冉碧玲顺口回，你一遍遍的来，不喜欢他，难道喜欢我啊？
谁知楚家许忽然涨红了脸，偷偷看了他一眼，又很快低下头去，然后重重的点了下头。冉碧玲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转头去看窗户内侧的我，我捂着嘴直乐，眼睛里的狡黠暴露了我早就知晓，竟然一个字都没透露过。冉碧玲咽了下口水，僵硬的扫了他一眼。这位少年，容我缓缓，我无暇去管冉碧玲和楚家许这一对欢喜冤家，因为期中考很快开始了，连考3天之后，我体力透支严重，在家睡了2天才缓过劲儿来，放了假回来，成绩就出来了，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数学试卷最先发下来，我满分，年级第1，据说比第2名方怡只高出1分，我对此很是满意，就这不多不少的1分足以气死他。数学老师高兴的跟个孩子似的，一节课下来不知道夸了我多少次，冉碧玲就差把我供起来了，捧着我的试卷满眼星星，你数学成绩比女学霸还高啊，满分啊！我正在研究中午是吃香草味的冰激凌还是芒果味的冰激凌，明显心不在焉，那么简单。冉碧玲差点翻脸，看着自己试卷得分栏的2位数谴责我，哪里简单了？我随口回答，哪里都简单啊。你数学到底是怎么学的？就那样学的呗。信手拈来，冉碧玲决定午饭前都不要和我说话了。在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终于做出决定，一样买一个，吃不完就丢给苏云哥哥。随着各科试卷一张张发下来，冉碧玲在看我的眼神就变了，趁着课间休息全力吐槽我，大小姐，你这成绩也太有欺骗性了吧，学霸学渣自由切换啊，就你这过山车一样的成绩，哪里来的自信应战？我揉揉眼睛，抬起手，眼唇秀气的打了个哈欠，模糊不清的念道，你没听过吗？渣之将挂，其言也罢，霸之将考，其言也表，霸西表西，有可说也，渣西挂西，不可说也。冉碧玲忽然指指窗外，有可说来了。我趴在课桌上，懒洋洋的看着方怡走近，方怡真的是来找我的，走到窗前直奔主题，拿着成绩单满脸炫耀，看到了吗？我一脸无所谓，张了张嘴，没看到。方怡也不在乎我的回答，当初迎战那么痛快，还以为多厉害，我看看你考了多少名啊？哟，差一点出了300。我依旧懒懒的抬眼看他，那又怎么样？你考了第1，快去找苏云吧，他要跟你表白了。方怡忽然反应过来，你耍我？你从一开始就在耍我。我嗤笑一声，耍你又怎么样？谁让你傻？大概是没见识过我这种路数。方怡被气得脸都白了，我挥手赶人，还不忘嘲讽他，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快去找苏云吧，看他理不理你。方怡自然不敢去找苏云，可向佩这个八卦天王还是很快把消息传递给了他。苏云笑了笑，果然陈清欢也起来，神都挡不住，别人不了解陈清欢，他还能不了解吗？这个小丫头什么时候走过寻常路？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跟她父亲如出一辙，她才不会为了什么挑战苦了自己呢。向佩一脸疑惑，你还笑？苏云抬眸看他一眼，不然呢？向佩一脸孺子不可教的表情，哎，云哥，你一点都不了解女人。苏云哼笑了一声，难得回应他，你一点都不了解陈清欢。向佩眼底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忧伤，继而又是一声怜香惜玉的叹息，不知是探方大学霸还是陈小魔女，你还不去看看？方怡这次又考了第1，还指不定怎么嘲笑你家小魔女呢，说不定她正趴着哭呢。苏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他知道就算我考了倒数第1，别人都没办法在我面前嘚瑟，哭的大概会是那个什么方怡。放学的时候，下课铃还没响，苏云就看到我在他教室门外来回溜达，一下课他就拎着书包出来了，手一伸，看着我，成绩单拿来我看看。我撇撇嘴，从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他。苏云快速找到我的名字，细细扫过各科成绩，还可以，数学满分，物理化学也就扣了几分，英语比我想的要差些，不过语文比我想的要好。我在一旁解释，眼睛里还藏着小小的窃喜。我的英文作文扣了好多分，老师说口语化太严重了，语文老师说我的字好看，加了分，还好小时候你逼我好好练了字。苏云捏了捏我的脸，把成绩单还给我，生物一般，政史地惨不忍睹，以后学理吧。我有些没反应过来，小心翼翼地看着苏云的脸色，我是不是很丢你的人？怎么会？苏云有些莫名地看着我，顿了下才重新开口，其实排名并没什么用，我还是不高兴，可是你每次都考第1名啊。苏云沉吟片刻，我试着这样解释，你看看能不能理解，每次考试我就是想看看我押的题能中多少，顺便看看我的极限在哪里。我停下脚步，神色微妙，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半天才吐出2个字，变态。期中考很快过去，我和方怡的期中考之战渐渐被人遗忘，方怡初中部学霸的地位无人可撼，我依旧是那个长得很漂亮没心没肺的小姑娘，而变态的苏云并没有成为谁的战利品。我渐渐适应了附中的生活，苏云也渐渐从很多人口中听到我的名字。有天中午，他打完篮球，从篮球场出来的时候，迎面碰上说说笑笑的一群人，擦肩而过时，忽然听到我的名字，追到那个小校花没啊？没有。陈清欢那丫头一点面子都不给。苏云抱着篮球忽然停了下来，转头看过去，那群人也没注意，边走边说，要不要帮帮你啊？怎么帮？吓吓他呗。怎么吓？这还不好办。就这样，几个人边说边走远了，苏云却皱起了眉头，他没有直接回教室，而是绕去了我班上，离得很远就看到我趴在窗台上弯着眉眼叫他，苏云哥哥。他走近了摸摸我的头，放学等我一起走，我送你回家。我顺势往他手心里蹭了蹭，为什么呀？苏云也没多说，没有为什么。我眨巴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颇有得寸进尺的调皮，那你也接我上学吗？苏云轻快地回答，就这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有些懵，
是以后都这样吗？苏云依旧轻快地回答。对，我欢呼一声，我最喜欢上学了。冉碧玲在旁边看着这个伪学霸真学渣上课平均在线时间只有10几分钟的人说喜欢上学，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苏云一连几天回家的时间都比平时晚，晚归似乎已经成为常态。这天他刚进门就听到坐在沙发上的父亲问，最近怎么回来的这么晚？他弯腰从鞋柜拿出拖鞋换上。有事。苏子渊似乎颇有兴趣。什么事？苏云面无表情地回答。送小朋友回家。苏子渊竟然还开起了玩笑。副业吗？福利待遇怎么样？苏云看着苏子渊，忽然扬着声音冲书房喊，妈，我昨天看到爸爸在小区花园里抽烟，随意很快出来，看看父子俩，问苏子渊，你又抽烟了？胃好了吗？苏子渊也是镇定，努力转移火力，这个一会儿再说。你儿子早恋？随意睨他一眼，我儿子早恋关你什么事？在日常的无理取闹中，苏云成功避开火力，默默进了自己房间。当天晚上临睡前，他想去客厅接杯水，手刚搭上门把手打开一条缝，就听到随意温柔的声音，最近工作上有棘手的事情吗？客厅只开了壁灯，苏子渊一手搂着随意，一手握着电视遥控器，有一搭没一搭的换着频道，一闪一闪的光跳跃着笼罩着两人的身影，随意整个身体都偎依在他怀里，双臂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仰头看着他。苏子渊闻言便扔了遥控器，把他搂紧了些，低头亲了一口，笑着问，怎么这么问？你偷偷抽烟呢？苏云微微一笑，和刚才凶悍质问的模样大相径庭。他这个母亲啊，向来深谙夫妻相处的艺术。他心里还没夸完，就听到不大正常的动静，两人说话的声音也低了下去。别呀，你不是说很累吗？所以才要做点刺激的事情放松一下。孩子们还在家呢，他们早睡了。说话的声音渐渐消失，被别的声音取代，两人的身影也陷入了沙发里。苏云的手依旧搭在门把手上，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了眼手里的杯子。算了，还是别喝了。无声关上那道门缝，苏云退了回去。他躺到床上，刚闭上眼睛，手机就响了，一接起来，耳边便是我清脆欢快的声音。苏云哥哥，你睡了没有啊？准备睡了，你怎么还不睡？我怎么了？我刚才不小心撞见，不知道为什么。苏云忽然明白了，我应该是和他一样的遭遇，不知怎么了就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在哪儿？下一秒他便抬手遮脸。他问这个干嘛？轻咳一声，那个，可我似乎丝毫没听出他的尴尬，很快回答，在阳台。其实我也没看见什么，觉得不对劲就退回来了。一个阳台，一个客厅，现在的父母们啊，气氛忽然尴尬起来。我们沉默了半天，苏云终于憋出一句打破沉寂，那说明他们还年轻，是好事。我求知欲颇为强烈，老了就不能那个了吗？那我们……苏云忽然嗓子发干，抬手揉了揉眉心，喉结艰难的上下动了动，很快打断我，该睡觉了，明天还要上课。哦。我大概是翻了个身，脑袋埋进了枕头里，声音有些模糊，可是我睡不着啊，那怎么办？苏云哥哥，你给我念物理公式吧，或者化学方程式也行。过了没多久，我便沉沉睡去。苏云临睡前还在忧虑，现在的父母们真是让人操碎了心。第二天苏云去上学前，苏子渊还在吃早饭，状似不经意的叫住他，想好了再动，不要随便伤害别人家的女儿。苏云嗯了一声便出门了，好在两家距离也不远，我享受着意外得来的福利，每天便是盼着上学放学，直到几天之后，我们在放学路上被几个痞里痞气的学生堵住了去路。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我们今天走的有些晚，学生都走的差不多了。我前后看看，发现基本没有人路过，攥住苏云的衣袖。苏云哥哥，苏云转了下手腕，握住我的手指，轻声安抚，没事的。我仰头看着他，小声问，是抢零花钱吗？我今天没带呀。苏云回答的模棱两可，大概是吧。我想了下，忽然松开他的手，蹲下开始解鞋带。那把这个给他们吧。我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这双鞋了，是限量版呢，他们应该不会嫌弃。苏云无奈的叹口气，你是又想买新鞋了吧？我仰起头，眯着眼睛冲他乐，嘿嘿，被你发现了。我想要什么？父亲陈慕白的态度就是买，而顾九思却从来不惯着我。一般这种情况下，陈慕白的意见通常就没那么重要了，他只能抛给我一个爱慕能助的眼神。我想着如果鞋子被抢了，就可以买新鞋了。对面几个男生没耐心了，阴阳怪气的看着苏云，大学霸，我们今天不找你，让开。我从他身后探出脑袋，声音清脆的问，是找我吗？我眼里不见慌乱，倒是满满的好奇。那群人也乐了，开始起哄，对，找你，我们老大看上你了，给我们当小嫂子吧。是啊。苏云除了学习好点有什么啊？跟了我们老大吧，我们老大以后罩着你。话越说越流气，苏云轻轻皱眉，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到他们身后传来一道漫不经心的男声：“你们老大谁啊？说出来让我见识见识。”那群人本来还乐呵呵的，转头看了一眼，立刻老实了。野哥，来人个头很高，看上去很精神，手里抱着个篮球，满头都是大汗，慢悠悠的走过来，歪头瞟了一眼，别叫我，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干这种事儿我都嫌丢人。说完又痞痞的扫了一眼苏云和我，吹了声口哨，才字正腔圆的叫了声哟，苏云。我没想到苏云还认识这种类型的人，他神色淡淡的开口，洛清野，小女朋友吗？学霸也谈恋爱，不怕影响学习吗？洛清野端了一副吊儿郎当的调侃模样，可却让人感觉不到恶意。苏云一贯的话少，洛清野也觉得没意思。
挥挥手，走吧。苏云牵着我很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我小声问他是什么人啊？不知道苏云怎么回答的，只看到我惊讶的嘴巴张成了 O 型，半天才想起来捂住，可惊奇还是源源不断的从眼睛里跑了出来。那群人看着两人的身影，问道：野哥，你怎么认识学习好的？洛清野一巴掌打在那人的后脑勺上，老子交友广泛，朋友遍天下，怎么就不能认识学习好的了？那人捂住脑袋，给他递了根烟，怎么认识的？洛清野接过来咬在嘴边也没点，一起打过几次篮球，人还挺仗义的。有人小声嘟囔着抗议，学习好的有几个仗义的，他就是其中一个啊。洛清野忽然想起了什么，凶狠狠地警告他们，跟你们说啊，不许再打那个小姑娘的主意。一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情不愿的点头，知道了知道了。洛清野转头看了眼苏云离开的方向，那里连半个人影都没有了。他和苏云是怎么认识的？这大概是一个学霸和校霸惺惺相惜的故事。他们一起打过几次篮球，不过那不是重点。他们打篮球的时候差点起了冲突，洛清野一起玩的那群人都不是好惹的，抽烟喝酒打架，学校也不怎么管。苏云制止了同行的人，然后球场让给了他们。他以为苏云是怂了，是个只会念书的胆小鬼。后来他真的看到了苏云打架，才知道苏云不是不打，是懒得打。他是从小打架打到大的，路子野可实用。苏云的一招一式能看出是正规训练出来的真功夫。两人竟也不相上下。那天也是这么一个傍晚，隔壁学校的人来堵他，他大意了，只有一个人。正想着今天是不好过了，就看到苏云从学校出来，身上穿着校服，不知道他为什么也走得这么晚。看到洛清野和那帮人明显愣了一下，对方却误会了，帮手一起打。在冲突中，如果碰到一个特别冷静的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千万不要再得寸进尺，否则后果自负。苏云就是那个特别冷静的人，动手的时候脸上带着的都是一贯的淡漠冷然。不过他打完架身上脸上都有些惨不忍睹。可苏云拍拍身上的校服，拎起旁边的书包，浑身上下干净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像只是把书包放在旁边，蹲下来系了个鞋带一样。那群人落荒而逃，两人没说过一句话，连眼神都没交流过，就各走各的了。后来对方学校找过来，学校问起这件事的时候，苏云一个字都没说出去，也没有人看到，最后不了了之。从那之后，洛清野对苏云开始刮目相看。这个人冷静自制，没有这个年纪的热血和义气，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再见面，两人心照不宣的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只是机不可闻的点头打招呼。走了几步，洛清野觉得在苏云面前丢了脸，咬着烟开始骂人，扮到堵人家小女生，真是出息了。谁出的馊主意？几根手指齐刷刷的往一个方向指。他，洛清野一巴掌拍过去，喜欢不会自己追。那人捂着脑袋哀嚎，就是追不上了。洛清野又给了他一巴掌，追不上还不知道好好读书。那人不服气，小声嘀咕：野哥你也没好好读书啊。旁边有人哄笑着呛他：你能和野哥比？野哥长得帅啊。洛清野摸摸下巴，一副很是赞同的样子。这倒是。说完又虎着脸瞪过去，别以为拍拍马屁就能混过去了，老子不吃这一套。临近黄昏，夕阳西沉，染红了漫天的云朵。校门口的角落里，淡橘色的阳光从身后照过去，一半落在他英挺的侧脸，一半投射到地上，将他原本挺拔修长的影子拉得越发冗长。一个女生站在阴影里，不知道看了多久，目光落在那个被夕阳拉得又长又远的背影上，忽然眉目清冷地凄了一声：自恋。我倒是没把这件校园暴力事件当回事儿，反倒是因为换不成新鞋子而有些郁郁寡欢。和苏云讨论了一路，如果回家告诉顾女士我的鞋子被劫了，顾女士是否会相信？汇报一下当前进度。当前进度是24章，后续在七猫，名字青梅奶冻。最近数据越来越差了，后面可能会面临断更，喜欢的宝子们记得点点赞哟。好了，我们继续。过了5·1，天气很快热起来，学校调整了作息时间，午休时间延长了1个小时。这天中午吃过饭，苏云回到教室，正准备休息一会儿，就看到我站在教室门口叫他。我急匆匆的来找他，脸红红的，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苏云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我，怎么了？不舒服吗？听到他问，我的脸更红了，吞吞吐吐半天。苏云哥哥，我好像……苏云奇怪，好像什么？我半天才憋出一句，好像那个了，不知道为什么。苏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难得有些窘迫，一时语顿。那个，我们谁也没敢看谁，面对面站着，长久的静默让气氛愈发尴尬。苏云忽然开口打破沉寂，你有那个吗？说出来之后，我就坦然许多，摇摇头，没有呀。苏云又问，肚子疼吗？我捂着肚子感觉了下，有一点。苏云带我去了学校超市，我似乎明白了他想干什么。看着进进出出的同学，忽然拉住他，你在这里等我吧，我自己去买。说完便小跑着冲了进去，很快又低着头冲出来，闭着眼睛把一袋东西塞到苏云手里。苏云看了一眼，冲我摇了摇头，我又冲进了超市，又很快冲了出来，又往苏云手里塞了个东西。苏云看着手里的东西，第一次买了包湿纸巾出来，第二次又买了包棉花糖出来。当我第3次又要往里冲时，被他拦住，还是我去吧，你在这里等我。他叹口气，真被向佩说中了，他真是养了个女儿。苏云站在卫生间门口等我的时候，手里端着冒着热气的红糖水出神，他在想待会儿我出来，他是给我科普一下呢，还是等我回家了让我妈妈给我讲。等我出来，苏云就不纠结了，因为我主动问了，他也只能一一回答。他声音又低，基本没人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我听完之后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来了这个就可以生宝宝了是吗？苏云一顿，这重点抓的挺别出心裁的。我一把抱住苏云的胳膊，那我们生个宝宝吧。苏云稳住水杯，把它塞进我手里，你自己就是个宝宝。我抱住他不放，仰着头问，那我是谁的宝宝？苏云点点我的鼻尖，忽然笑了，又是无奈又是宠溺，我的，行了吧？我听到想要的答案，终于开心了，目光狡黠，眼底有笑意漾开。苏云看着我，一瞬间忽然有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慢慢从纯良软萌的小奶猫变成了粘人腹黑的小野猫，当真是无家有女初长成，喜上眉梢处不惊啊。当天晚上，顾九思听着我一脸淡定的跟他说我浴血重生，紧接着又告诉他，我的苏云哥哥已经科普过了。顾九思此刻心情颇为复杂，既觉得愧疚又觉得欣慰，半晌总结出最重要的一句话，以后你爸爸如果问起来关于苏云的那段剪掉，就说是我告诉你的。我心照不宣的点点头。陈清玄看到顾九思从我的房间出来就凑了过去，姐姐怎么啦？大姨妈来了，心情不好，你乖点，不要惹她。大姨妈，妈妈，你姐姐来了吗？在哪儿？顾九思摸着儿子的脑袋叹气，快去写作业吧。有的时候苏云真的怀疑我是不是上帝派来故意折磨他的。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刚和我在校门口吃完午饭，正被我努力拖着往甜品店走。苏云步伐僵硬，无视我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目视前方，表情严肃，不要用那么期待的眼神看我，我是不会给你买的。我听了凑得更近了，眼神更加真切。苏云在甜品店门口站住不动，依旧不松口。生理期不能吃冰激凌，我看着橱窗里的冰激凌桶流口水，我就吃一个球，剩下的你吃。苏云皱眉，我不爱吃。我耍无赖，单方面决定，你爱吃，你最爱吃香草味的，你真的特别想吃。苏云无奈，只能认命掏钱。真的特别想吃的某人在慢慢悠悠的吃了几口之后便推给他，笑嘻嘻的看着他，也不说话。苏云无声的叹了口气，每次我都是吵着闹着要吃，每次又都是吃不了几口就推给他，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不能浪费，非逼着他吃完。可是他真的是无福消受啊。苏云一勺勺塞进嘴里，艰难的咽下去。听到我问好吃吗，表情很是微妙的点了下头。甜蜜的腻死人的折磨。吞下最后一口之后，苏云喝了口清水后下决定，你生理期结束之前，这是最后一次。说话不算话已成为惯犯的我没有当回事儿，相当痛快的点头答应。一眼就看穿我小心思的苏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做不到，就继续让康叔每天接送你吧。我的小脸立刻就垮了，哀怨的看着苏云，你是坏人。苏云被逗乐，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我回到教室的时候，教室里已经趴倒了一大片。冉碧玲轻声调侃，哟，和你们家苏云哥哥共进午餐回来了呀。我们眼间染着笑意，对呀。冉碧玲啧啧了两声，真是羡慕啊。我睨他一眼，羡慕什么？叫你又不去。冉碧玲反问，我去干嘛？做电灯泡吗？那你和谁一起吃的午饭啊？冉碧玲忽然神色有些不自然，和一个朋友，别的班的。我没那么八卦，看出来也没说破。冉碧玲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我有件事要和你说。我随口问，什么事啊？冉碧玲一脸神秘，你发没发现进来那个游客说挺安静的？我想了想，好像是他生病了，被我气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回来上学那天是他爸爸送来的，他爸爸很帅，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爸爸是教育局的领导，关我什么事？就是提醒你一下，咱们学校的领导啊，都挺那啥的，以后你和游可说再起什么冲突，不要太过了。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班我有认识的人。我看他神色不太对劲，知道直接问他也不会说，转了个弯，男的女的？冉碧玲想也没想就开口，男的。我哼哼了两声，一个大男生怎么那么八卦啊？冉碧玲不乐意了，底气不足的反驳，人家怎么八卦了？人家就是好心提醒我。这话正中我下怀，我歪着脑袋一脸审视，你这么向着他干什么？冉碧玲眼神躲闪着，我有吗？呵呵，我轻呵了一声也不说话，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冉碧玲招架不住，叹口气，哎呀，好了，告诉你也没什么，就是那个傻子啦。我故作疑惑，哪个傻子？冉碧玲显然一副自暴自弃的模样。楚家许，我貌似恍然大悟，那个傻子，你们一起吃的午饭吗？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就是普通朋友。我拖长尾音，气得冉碧玲想打我。我们还在小声闹着，就看到老班杨泽言进来拍了拍手，都别睡了，我说个事情，大家听一下，马上就要开运动会了，大家踊跃报名啊。体委负责统计一下。话音刚落，下面便是一片欢呼声，都是一群活力四射、成日里有劲儿没处使的男孩子，没有升学压力，再加上运动会期间不用上课，所以对这种活动一向感兴趣。杨泽言还在鼓劲儿，男同学们好好训练，争取比赛那天在喜欢的女同学面前表现一把，女同学们能参加最好，实在参加不了就好好给参赛的选手们摇旗呐喊。对了，还有班级方阵，所有人都要参加，队形和口号好好想一想，体委和班长组织训练一下，到时候别给我丢人。说完忽然往这边看了过来，冉碧玲，今年好好加油。我惊讶地看向冉碧玲，你也会参加吗？什么项目？前桌转过头来给我科普，女子3000米啊，那可是冉碧玲的拿手项目。我简直惊呆了，低头去看冉碧玲的腿，没看出来，你这么能跑啊？冉碧玲颇为得意，小意思，你怎么样？要不要？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我的调侃，你这么能跑，楚家许那个傻子怎么追得上啊？冉碧玲一捏，猛地剧烈咳嗽起来，我边帮他拍着后背边继续，别着急别着急，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傻子是校足球队的，应该也挺能跑的，追得上追得上。冉碧玲脸一红，生硬的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运动会你要不要参与一下？我立刻摆手，明显没有兴趣，我就算了，我做个安静的小仙女就好，最好学校能给我放个假。冉碧玲坏笑着看着我，
小仙女，你的苏云哥哥可是会参加哟。真的吗？我一下子就精神了，那我负责给他端茶送水，摇旗呐喊。冉碧玲摇头叹气，就知道会是这个反应。随着运动会的临近，班级方阵也渐渐像模像样。运动会前一天下午不上课，空出时间进行最后的彩排。我从竞赛组刺激完别人回来，一进教室就发现里面乱哄哄的。回到座位问冉碧玲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冉碧玲正乐呵呵的捧着双鞋，一转头看到我的脸，忽然神色一滞，坏了，高中部不用排练方阵，苏云一行人打着去训练参赛项目的旗号去打了半下午的篮球。路过操场的时候，里面浩浩荡荡的是初中部各个班级的方阵，他一眼就看到了躲在人堆里的小捣蛋鬼。向佩指了指，看他们那鞋，哎呀，还是初中部学妹们的少女心满满啊，高中部的学姐们就只会学习。苏云扫了一眼，没说话。文佳凑过来问鞋怎么了，向佩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上面画着粉红豹没看到吗？姚思天好奇，粉红豹是谁？文佳坏笑着胡侃，申公豹的亲戚吧。向佩瞪了他一眼，一边去，胡说八道什么呢？苏云忽然问陈清欢怎么没有？清欢小朋友在哪儿呢？向佩眯着眼睛找了半天，还真是，哦，我想起来了，那鞋子是他们提前几个月订的，那个时候小魔女还没来，肯定没有啊。苏云问向佩，女生都有？向佩挠着下巴，基本上都有吧。苏云问在哪里买？你要买吗？苏云点点头，理所当然的开口，别的女生都有，我家小朋友也得有。向佩被这口狗粮堵得喘不过气来，买不到啊，定制的啊。苏云忽然转头看向他，向佩立刻捂住胸口，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你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有，我也不会那么强到帮你去抢一双回来的，别人穿过的陈清欢也不会要。苏云指了指操场上的人群，你去帮我拍张鞋子的照片回来，多拍几张。向佩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模样古怪，神色颇为微妙。云哥，你不会是有什么怪癖吧？苏云收回手，快去。向佩马上捧着手机小跑着前进。好嘞，最近下了几场雨之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这几天气温尤其高，太阳一晒就更热了。在操场上晒了一下午，我有些无精打采，休息的时候也是恹恹的，不怎么想说话。班里几个女生忽然走近，看着我问陈清欢，你怎么没穿集体定做的鞋子啊？冉碧玲翻了个白眼，低声冲我嘀咕，看吧，来了吧，一会儿你别说话，我来说。说完转头看向说话的女生，口气不善，明知故问，她又不是故意不穿的，这不是没有吗？挑什么刺啊？那女生看了眼我也是为了班级荣誉着想，要求服装鞋子要统一的，要不你就别参加了吧。冉碧玲火大，冷笑一声，凭什么不让她参加？你算老几啊？老娘不上了，把鞋让给她行了吧。体育委员是个5大3粗的汉子，看到女孩子吵架就头疼，慌忙跑过来打圆场。别，咱班人数正好的，都练了这么久了，缺谁都不行。大家累了吧？我找班长要班费给大家买水喝怎么样？体委表面上和稀泥，心里苦得直骂娘，说是去买水，实则小跑着去办公楼找老杨来救火。我耷拉着眉眼，连眼神都没给对方一个，完全视为无物。无意间一歪头看到楚佳许站在2班的方阵后面，扭着脖子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往这边看，视线一直落在冉碧玲身上。我碰碰她，冉碧玲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眉头一紧，扯着嗓子吼她，看什么看？没看过吵架啊？楚佳许是他们班体委，一看到这边休息了，也让他们班解散，小跑着过来，一脸关切地问，你怎么又和别人吵架啊？他们欺负你了吗？冉碧玲翻了个白眼，什么叫又？我经常和别人吵架呢，说的跟真的一样，他们也得有那个本事欺负我才行啊。楚佳许腼腆地笑了一下，那倒也是。冉碧玲瞪他，你的意思是说我很凶喽？不是，楚佳许词穷，脸憋得通红，半天才支支吾吾地开口，那个，我们班要集合了。说完就一溜烟跑了。我笑嘻嘻地在旁边看着两人，冉碧玲睨我一眼，还笑得出来。我歪歪脑袋，挺好笑的。冉碧玲叹口气，对不起啊。我一脸无所谓，干嘛对不起？和你又没关系。冉碧玲眼底都是懊恼，我把这件事给忘了，如果提前想起来，再去加订一双完全来得及。我摆摆手，完全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小事儿。冉碧玲默了一默，忽然开口叫我大小姐。我抬眉，干嘛？说真的，你这个人啊，一身大小姐的毛病，骄恣肆意，任性妄为，特别自我，整天誓言行凶。冉碧玲念叨了一大堆之后才说重点，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倒是挺通情达理的。我一乐，眉眼间的倨傲显得格外可爱。是吗？他们都叫我长公主的，可能长公主都有这样的气质。冉碧玲又想了想，咱俩的脚也差不多，要不咱们俩一人穿一只，另一只穿双普通的小白鞋就行。我摇头，不用，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故意不穿的。再说那么多人呢，谁会盯着我的鞋看？体委搬了救火队员回来之后，看到我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忽然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小姑娘刚转来就被人排挤，总归不太好。她挠挠头走过去，那个，我没事的，到时候人很多，看不出来的。我仰头冲她一笑，体委又挠挠头，也跟着一乐。没过几分钟，老杨就不慌不忙的晃了过来，有他坐镇，女生们果然没再作妖。我压根儿没把这件事儿放心上，自然也没跟苏云说什么，而苏云也只字未提。送了我回家后，一转身就去了商业街。晚饭过后，八卦小王子苏云婷溜到书房找随意，妈，哥在干什么您知道吗？随意头也没抬，在干什么？拆屋顶吗？萧云婷一脸惊悚，比那还可怕。哥带了双女生的鞋子回来，还
还在那里写写画画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可不可怕？一会儿你哥知道你偷窥他才更可怕吧？随意从文献里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你说你啊，这么八卦到底是随谁？我和你爸可都没这么大的好奇心。苏云婷挺了挺腰杆，我随我外婆，随意乐了。哟，还隔代遗传呢。苏子渊从门外进来，什么隔代遗传？随意笑。再说你小儿子到底像谁？苏子渊很认真地想了下，给出结论，像他舅舅。随意拖着下巴看着苏云婷，点头赞同。你别说，还真是。苏云婷皱眉抗议，我才不要像那个不靠谱的舅舅呢，我要告诉他，随意做事要给弟弟打电话。哎呀，你舅舅听了要伤心了。苏云婷愤恨地回了房间，边走还边小声嘀咕，哥还从来没给我做过什么呢。他一走，随意就扔了手机，转头兴奋地和苏子渊说话，那神情和刚才八卦的苏云婷如出一辙。你大儿子啊，真的是长大了，知道讨女孩子欢心了，为娘的我也算放心了。苏子渊顺势坐在椅子扶手上，揽住随意的肩问，讨谁的欢心？当然是清欢，如果是别人我就打断他的腿。随意说完，忽然觉得不太妥当，又改口，打孩子不好，还是算了，如果是别人的话，你就去打断他的腿。苏子渊抚额叹笑，他老婆这么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活法，还真是数年如一日啊。第二天一早，苏云比往常提前10分钟出现在我家楼下，我趴在窗边，远远看到他的身影，就欢快的要往下跑。书包，顾九思在我身后提醒，陈清欢你的书包没带，我头也没回，今天开运动会，用不着书包。顾九思叹口气，扭头跟陈慕白调侃，苏云治好了你女儿多年未愈的起床气顽疾。陈慕白放下手机，有些不情愿的开口，或许跟苏家那小子没关系，而是不治而愈呢。又到了互相质疑对方基因的时候，顾九思别有深意的点点头，盯着女儿起床气的基因来源。或许是吧。苏云看着我跑近，扫了眼我脚上的鞋子，把手中的鞋盒递过去。时间来得及，先回去换上这双鞋吧。我有些奇怪的接过来，打开一看，便是一声声的惊叹。哇，和他们的一样呀，不对，比他们的还要好看。咦，上面的颜料好像还没干透。苏云哥哥，你自己画的吗？好厉害，他们的是量产，我这双是限量版。我捧着那双鞋叽叽喳喳的说着。苏云有些无奈的摸了摸我的脑袋，就这么喜欢啊？喜欢啊。我抬起头来看着他，毫无预兆的开口，更喜欢你。清晨的阳光温柔和煦，细细碎碎的落在我的眼睛里，微风乍起，吹动我额前的碎发。我仰头看着他，笑得狡黠，水润清亮的眼睛里蕴着浅浅的轻佻，眉眼娇俏灵动，毫无扭捏的说出那句话。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苏云无从招架，他头一次感觉到不知所措，眼神闪烁的移开视线，催我回去换上。我笑了笑，又冲回家换鞋，站在门口对着陈慕白和顾九思炫耀了半天才走，弄得夫妻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这个孩子真的让人难以捉摸，说他容易满足吧，一般的物件还真是难入他的眼；说他挑剔吧，一双鞋子就让他满心欢喜的要飞起来。冉碧玲一进教室就发现我很是奇怪，一直低着头，两只脚不知道放哪里好，就差翘到桌子上来了。冉碧玲凑近看了看，原本有些寡淡的小白鞋上画满了大小不一的粉红豹，和他们定制的像了99%，不过大概是手工画的，更加精致逼真。不同的是鞋带是渐变的粉色，而且穿的也别出心裁，是一排小巧渐变的蝴蝶结。他啧啧了2声，哟，还挺像的，哪来的？我笑嘻嘻的显摆，苏云哥哥给我画的，好不好看？呵呵，这波狗粮也真是够的了，堪称撒狗粮的教科书典范啊！我把脚凑到他脚边比划了下，你还没说好不好看？冉碧玲无可奈何的点头，好看好看。我重点强调，我这双可是限量版。说着指了指鞋子内侧，这里还有我的名字呢。鞋子内侧用金色的颜料飘逸的写着我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冉碧玲无语，知道了知道了。苏云私人定制限量版，比不了啊！苏大某人真是把你捧上天了，我整个早上都喜滋滋的跟中了彩票一样，盯着自己的鞋看个没完没了。后来集合准备开幕式入场的时候，我还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一直低着头往脚上看。站旁边的冉碧玲碰碰我，小声提醒，大小姐，你再看下去鞋子就要着火了。我抬头冲她一乐，嘿嘿嘿，发现我异常的除了冉碧玲，还有班主任杨泽言，活泼讨喜又长得白净漂亮的女孩子没有长辈会不喜欢，再加上我古灵精怪的，老杨也禁不住逗我。陈清欢，你低头看什么呢？地上有钱啊！我心情格外好。没有钱，今天的鞋子我特别喜欢。老杨不明所以，小姑娘这么容易满足啊？冉碧玲用余光扫了眼昨天挑衅的几个女生，拉高声音反驳，她哪里是容易满足啊？那双鞋也不看看是谁送的。杨泽言好奇，谁送的啊？冉碧玲颇为扬眉吐气的喊出2个字，苏云。那2个字一出，随后便是一片女生的哀嚎声。老杨还在逗他们，哟，你们醋了。哀嚎声更大了。嚎完之后，我的脚就不止他一个人盯着看了，而是一堆人盯着看，还有几个班级才会轮到我们。冉碧玲趁空跟我小声念叨，说真的，你没来之前啊，苏云也就是个学霸加研霸而已，怎么你来了之后他跟开了挂似的，什么都会？你这是有个什么宝藏竹马？我撅嘴，我们家苏云哥哥本来就很厉害啊，他一直都是全能型选手，在我眼里，苏云自然什么都好。冉碧玲也懒得说了，今天的狗粮喂的差不多了，请明天再喂，谢谢。我继续傻乐，偶尔低头瞄自己的脚上的鞋，看台上整个高中部都在充当观众。向佩放下手机，歪头和坐在旁边的苏云说话，云哥，我听说有人来撬你墙角，给小魔女送鞋子。苏云沉默以对，真的，消息来源可靠，整个初中部都知道了。向佩说着说着忽然回过味来，等等，我去，不会是你送的吧？苏云还是没反应，向佩凑到他面前继续问，你自己画的？
苏云不想看他的脸，仰头看天，向佩不肯轻易放过他，在他身边嘀咕个不停。云哥，你这波操作也太犯规了吧，能不能给我们这种什么都不会的留条活路啊？开幕式结束之后，各项比赛项目很快开始。冉碧玲的比赛项目在第二天，她今天格外放松，和我坐在看台上，躲在一把遮阳伞下看漫画。有欢呼声响起的时候，才抬头看向操场。校园广播穿插放着歌曲，加油稿、比赛项目和名次，我百无聊赖的听了会儿。忽然碰冉碧玲100米和200米决赛，正最新漫画的冉碧玲心不在焉的问什么？我指广播台的方向，楚嘉许进决赛名单了。冉碧玲心不在焉的回了个字哦。男子100米和200米这2个项目，我班里的男生在预赛就倒下了，我们也就没打算过去看，依旧坐在座位上看漫画。我忽然抬起头，看着从我们班前面来回的走过，不时拿眼神瞄冉碧玲的某人，笑得格外欢畅。冉碧玲觉得丢脸，沉着脸叫住不知道第几次假装路过的某人，那个傻子。楚嘉许立刻凑过去，满脸兴奋，叫我吗？冉碧玲睨他一眼，你加油。楚嘉许扯着嘴角猛点头，好的，然后又红着脸跑走了。冉碧玲有些匪夷所思，看着他的背影小声嘀咕，又脸红什么？我坐在那里笑眯眯的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嘴角始终噙着一抹清浅的笑意。笑着，我忽然站了起来，吓了冉碧玲一跳，也跟着站起来。怎么了？我点脚看向检录处，400米预决赛要开始了。冉碧玲掏出一张名单翻看，有咱们班的人吗？我怎么不记得？我哪里会在意别人？不知道。冉碧玲奇怪，那你激动了什么劲儿？我一脸兴奋，苏云哥哥要参加这个项目。冉碧玲一副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无奈表情坐回去。苏云标准的倒三角身材很是吸睛，肩云腰窄腿长，一出现在赛道上就吸引了大片的目光。我们班级的看台位置正好在400米起点附近，一群人涌在那里给苏云加油，我也混在里面，趴在看台的栏杆上大声叫他的名字。在一声声乱七八糟的加油声中，苏云听到我的声音，仰头看过来，只看着我，应了一声，如果你跑了第1名，请我吃冰激凌好吗？我的脸被太阳晒得红红的，明媚的阳光里，侧脸上柔软细小的绒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配上眼底浅浅的笑，有一种别样的柔和。苏云点头，好。我听后笑着歪了歪头，清纯又可爱。一个男生费力地挤到我旁边，自讨没趣地问陈清欢，我请你吃，你喜欢吃什么牌子的？我的视线一直粘在赛道上的苏云身上，心不在焉地回了句，吃什么啊？那个男生一头雾水，冰激凌啊。我懒洋洋地支着下巴，冰激凌什么东西？我不喜欢吃。男生有些尴尬，可你刚才还说要吃，反正我也无聊，不介意和他绕几圈。吃什么啊？冰激凌啊，我不喜欢吃。冉碧玲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挤开他，这位同学，你当他真的想吃冰激凌啊？他想吃不会自己买，需要你给他买吗？他是想吃苏云给他买的冰激凌。这个总结甚得我的欢心，我笑嘻嘻的点头附和，就是这样。那个男生脸上挂不住，灰溜溜的走了。这年月啊，没有眼力劲儿的人还真多。冉碧玲瞥了眼男生的背影，转头凑到我耳边小声开口，其实我知道，你也不是想吃苏云给你买的冰激凌，你啊，是想吃苏云。我眉眼一抬，慢慢勾起唇角，出现妩媚的双眸里漾起层层清波，没承认也没否认。比赛很快开始，一声枪响，赛道上的一行人迅速冲了出去，加油声瞬间响起。等一行人跑远了，有人试探着问我，你和苏云是不是男女朋友啊？我看着跑过弯道的那个身影，挠挠脖子，有些遗憾的摇头，不是啊。这个否定回答勾起了一众人的好奇心和侥幸。那你们？我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勾唇浅笑。苏云哥哥说，我还太小，不可以谈恋爱。众人提起的一颗心瞬间跌落谷底。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太小不能谈，所以在提前预定席位，虚席以待等他长大。有些人心底渐渐发凉，这种不是女朋友胜似女朋友才是比正牌女友还可怕的存在。冉碧玲观察了下周围神色各异的人，压低声音和我耳语，喂，你能不能收敛点啊？羡慕写多了就是嫉妒了。我一脸不赞同，视线依旧粘在跑道上那个移动的身影上。可我只有这么一个青春啊，就是要过得肆无忌惮，以后才不会后悔。陈老师说，元代有个叫阿里西英的人说过一句话，青春去也，不乐如何。你倒是活得通透。冉碧玲忍不住笑起来，思量了下，竟觉得我说的有几分道理，继而又面带疑惑地问，不过这位陈老师是哪位老师？我理所当然地吐出一个名字，陈慕白啊。冉碧玲更是不解，陈慕白是谁？我忽然笑起来，脸上的笑容干净清爽又灵动，我爸呀。冉碧玲一愣，很快也跟着笑出来。等广播台公布400米结果的时候，苏云已经拿着2份冰激凌出现在我班级的看台上，他递了其中1份给冉碧玲，难得的话多买了1份，谢谢你照顾他。冉碧玲受宠若惊，双手接过来，相当虔诚的捧着，盯着看了半天都没吃，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我也没打扰他，拿起勺子去挖手里的冰激凌，吃了一勺，满足的眯起眼睛，然后又挖了一大勺递到苏云嘴边。苏云皱眉，我又往他嘴边送了送，你吃吗？苏云机械的张嘴，含进去，整口吞下去，甜蜜冰凉，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这种东西。他垂眸看着旁边吃得心满意足的我，心里叹口气。我们在一片瞩目中，你一口我一口的吃完。苏云掏出湿纸巾，边给我擦手边问，有水吗？忽然旁边有女生递了酸奶过来，苏云没有反应，我笑眯眯的好心提醒那个女生，她不喝这种东西的。
他最爱喝白水。说完顺手拧开自己的水壶，小小抿了一口后递给苏云，苏云很自然的接过来喝了口，然后微微皱起眉，女孩子少喝凉水，天气热就喝温的。说完把水壶里的水喝光，去给我接温水去了。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又一脸同情的看着递酸奶的女生面红耳赤的离开。苏云把水壶送回来之后就要走了，我坐在座位上揪住她的衣角，仰头看她，你还有事啊？苏云点头，还有一个跳高的项目，没人报名，凑数的，你就不要去看了。我依依不舍的不撒手，那你早点回来哦。苏云一记摸头杀让我成功放手，也让众人又吃了一把狗粮。苏云走了好半天之后，如梦初醒的冉碧玲把冰激凌放在座位上，拍拍我，你帮我看着，我去洗个手回来吃。我摆摆手，他又没长脚，不会跑。说的也是，冉碧玲放心的走了。谁知他前脚刚走，楚家许就暗搓搓的溜过来，眼疾手快的拿起冰激凌一口塞进了嘴里。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就看到他整个吞了下去，一股白色的冷气立刻从他嘴边冒了出来。没见过这种残暴的吃法，我的嘴不自觉张成个 O 型。楚家许吃完连个招呼也没打就跑了。冉碧玲洗手回来，左右看看，我冰激凌呢？我神色复杂的回答，可能天气太热，离家出走了。冉碧玲无法接受这个说法，他又没长脚。我编不下去了，只能说实话，被楚家许吃了。冉碧玲气得跳脚，被他吃了，他凭什么吃啊？那是我的，我刀呢？我要去砍了他。说完便杀气腾腾的往2班的位置走。我笑眯眯的鼓励他，去吧去吧，相爱相杀啊。过了会儿，冉碧玲拎着一袋各式各样的冰激凌回来，脸色阴沉。我翻了几下，揶揄道：“你去打劫冰激凌店了吗？”冉碧玲咬牙切齿，隐忍不发。一个傻子买的。我扯扯她的脸，都赔给你了，你怎么还不高兴？冉碧玲的火气蹭一下又冒了出来。谁要这些？我要那个带仙气儿的，我下次考试都指望它呢。我笑得东倒西歪。那个傻子大概是吃醋了。冉碧玲一声冷笑，吃冰激凌的醋。我点点那一堆冰激凌，你把别的男生送的冰激凌看得那么重要，你说他吃谁的醋？冉碧玲神色一顿，选择忽略。我的冰激凌啊，我的考试啊，你再让苏云给我买一个好不好？我摆手拒绝，不好不好，我怕再这么下去啊，某个傻子就要提给冰激凌店了。冉碧玲彻底抓狂，正捶胸顿足时，班主任杨泽言不知道从哪儿过来，看着我们摇头叹气，你们这些女生啊，闲着无聊就多写写宣传稿嘛。没听到人家2班的方姨都写了好几篇了。话音刚落，广播台那边又是一句应景的稿件，来自初22班方姨。杨泽言紧跟了一句，听听。冉碧玲不屑地哼了一声，把脸转到一边，我则手撑下巴，垂着眼帘，长睫轻眼，微微叹了口气。杨泽言开始催促，快写快写，每人都要写一篇交过去，能不能让人家念是能力问题，你们写不写就是态度问题了。整个班上立刻一片哀嚎。后来我还是没能抵得住诱惑，偷偷溜去看了苏云比赛，美其名曰没有灵感实在写不出来，要出去逛逛找找灵感。半小时后，去凑数的苏云同学捧了个跳高组冠军回来，而洛青野则以极微小的差距位列第2。他和洛青野擦肩而过时，洛青野笑着叫住他，苏云，明天的4400接力见喽。苏云脚步未停，微微点了下头。我小跑着扑过去，揪着苏云的衣服下摆，左摇右晃，笑得格外意味深长，眼神比往常要亮得多。他刚才跳高的时候动作有点大，运动衣的下摆随着动作被微微掀起，露出精瘦紧致的腹肌的同时，肌肤还有些白的发光。苏云被我笑得莫名，眼看我越笑越猥琐，他及时打断我，怎么了？我的手指依旧停留在他的衣服下摆处，甚至有些跃跃欲试。苏云哥哥，你身上好白啊。白这个形容词放在一个男生身上，苏云不认为是个褒义词。我忽然又想到了什么，我也很白的，你要不要看？边说边扯着衣领要给他看，露出脖子到锁骨间大片白皙晶莹的肌肤。苏云眼角一跳，猛地攥住我的指尖，把我的手拉下来，声音控制的无波也无澜，不看。他努力平复着呼吸，面前的小姑娘眨着眼睛，那双眸子始终干净清澈，一脸的天真懵懂，好像真的不是在调戏他。我撒起娇来，嗓音又甜又糯，你一定是怕我比你白。苏云哥哥，你不止脸长得好看，身上也好看。我不死心的又快速把手伸到运动服下摸了他一把，才迅速畏罪潜逃。回去后果然文思泉涌，看得冉碧玲一愣一愣的，又白又好看的大白兔苏云去拿了获奖证书才回班级，远远的就看到向佩冲他不怀好意的笑，手里还扬着一张纸，活脱脱一副揽客老鸨的模样。云哥，我去广播台交稿子顺来的，你要不要看看？苏云没兴趣，向佩补了一句，你家小朋友写的哟。苏云这才扫了一眼，然后神色一致，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长长出了口气，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向佩哗啦啦的甩着手中的纸，说真的，你家小朋友字儿写的是真不错，特别正经，就是这意思啊。不太正经。苏云心里回了句，还不是怪他那个不正经的爹，他纵使再是有力挽狂澜的本事也拉不回来。文佳和姚思天贱兮兮的凑过来偷看，到底写了什么啊？向佩那家伙都不给我们看，非要等你回来。是啊，我好奇死了，小魔女到底写了啥啊？苏云迅速抢过那张纸，折起来，然后塞进衣兜里。文佳和姚思天只来得及瞄到角落里的雨水2个字，动了动手想要去抢，但是去了眼苏云的脸色，又默默把手收了回来。向佩一脸欠扁的狂笑，想知道啊？求我啊，求我，我就告诉你们。文佳和姚思天一人回了他一个切，向佩也不在意，继续调侃苏云，云哥，人家广播台负责审稿的俩人看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这要是一个不小心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念出去了，那场面想想就觉得轰动啊。苏云一向风轻云淡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丝隐忍不发，闭嘴。说完便起身往外走。向佩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在身后喊，云哥你去哪儿啊？不会是要去骂小魔女吧？别真的骂啊。
小姑娘会哭给你看的，女孩子哭起来很恐怖的。等走过拐角，身边没人了，苏云才从兜里摸出那张纸，展开来又看了一遍。我的字是她教的，字里行间总是浅浅萦绕着她的味道。文佳和姚思天好奇的抓耳挠腮，揪着向佩不放。小魔女到底写了什么啊？向佩轻咳一声，忍着笑开口，大概意思是说，云哥名字里有个云字，他名字里有个清字，清是3点水啊，他们俩在一起就是云雨之情，鱼水之欢。文佳和姚思天愣了几秒钟之后便笑喷了，小魔女还真敢写啊。而我完全没意识到不对劲，坐在看台上嘟起嘴巴，半合着眼睛，似乎在苦思冥想着什么。下一秒又猛然睁开双眼，拿下笔在纸上刷刷刷的写起来。旁边的冉碧玲憋了半天，偌大的一张纸上只写了班级和名字，挠着脑袋去看我的大作，然后边摇头边叹气的摸了摸我的脑袋，一脸同情的下结论：这娃中毒太深，药石无力了。我写好之后，举到自己面前自我陶醉了半天。哎，听没听到广播台念我的稿子？我这第2篇可都写好了。冉碧玲无奈：大小姐，就你写的那个，会念才有鬼呢。小心教导主任来找你谈话。我一副怀才不遇的惋惜，我写的多好多有创意啊，既然不念我就不教了，带回家裱起来挂床头。杨泽言在班里来回踱步，嘴上还念念有词，每个人都要教，不教的放学不许走，什么时候写出来什么时候走，你们好好写，一会儿我再过来看。说完就晃悠着走了。冉碧玲顿时没了调侃我的心情，揪着头发对着白纸发呆。我今天是回不了家了，800字的作文我都憋不出来，更别说这玩意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楚家徐小心翼翼地挪了过来。冉碧玲余光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还敢来？怕我打不死你是吗？楚家徐手里举着张纸，不是，我是来给你这个的。说完也不敢直接给他，轻手轻脚地放在他手边，又一溜烟跑了。冉碧玲赌气不去看，我探身够过来，打开一看，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救星来了，你可以回家了。冉碧玲凑过去看了一眼，是楚家徐帮他写的宣传稿，最后还贴心的解释加交代了一句，因为他没见过他的字，所以没办法模仿，让他自己誊一遍，免得被发现。我不遗余力地逗他，拿着那张纸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贴心啊。冉碧玲从我手里扯过来，两手一用力团成一个球，扔向了角落的垃圾桶。纸团太轻，一道抛物线过去，掉在了垃圾桶外面。杨泽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冉碧玲，毛都揪秃了，写好没有？冉碧玲浑身一僵，好了，草稿都打好了。说完立刻站了起来，没骨气的小跑着冲向垃圾桶，捡起刚才还嫌弃万分的纸，捧回来展开来，一笔一画的开始誊写。杨泽言在班上转了一圈之后，又转回来，看了看冉碧玲的稿件，给出评价，还不错，像那么回事儿。说完转头问我，陈清欢，你的写好了吗？拿给我看看。我笑嘻嘻的，一副求表扬的模样就要递过去，却被冉碧玲一把按住。他还没写好，不过他刚才已经交了1篇了，宣传委员知道的。杨泽言点点头，那行吧。等老杨走开了，我一脸莫名的看着冉碧玲，我写好了呀。冉碧玲一头黑线，你还真敢给老杨看啊？你就差把我要早恋4个字写上面了，你不怕被叫家长啊？叫家长吗？我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我还没被叫过家长呢。陈老师大概会很乐意来吧。冉碧玲捂住脸，不想说话。第2天依旧艳阳高照，上午10点多的4400接力是最大的看点。苏云参加的项目，我一定在场。这个项目本就不是他们班的强项，4个人里有2个是硬拉出来凑数的。苏云就是来打个酱油，能进决赛已经不容易了。对于输赢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和洛清也都是最后一棒。巧的是，2个班的跑道也是挨着的。尴尬的是，2人班级的前几棒大概都不太给力，其他跑道的最后一棒都走了，只剩下2人，你看看我，我看看天。等第1名跑过第1个弯道之后，2人才先后接过第3棒冲了出去。最后随着尖叫和欢呼声，苏云跟在洛清野身后半个身子冲过终点线。洛清也回头看了苏云一眼，喘着粗气坏坏的笑着，冲他点了下头。苏云微微弯腰，双手撑在膝盖上，胸膛起起伏伏，同样呼吸不稳，那是一种纯粹的少年义气，青春飞扬，畅快淋漓，输赢皆快意。我一直站在终点线的位置等苏云，等他过来了立刻冲过去，大概是怕他没拿到第1名心情不好，一边拿纸巾给他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安慰他，苏云哥哥，你没拿到第1名就换我请你吃冰激凌呀。不爱吃冰激凌的苏云看着面前带着点点笑意的小脸，艰难的点点头。我立刻眉开眼笑起来，但是你要等一等哦，一会儿冉碧玲要去跑3000米，我要去给她加油。苏云点头，去吧，别往人堆里去，小心被挤倒了。我边走边回头应着，知道了。我一手拿着衣服，一手拿着水壶，站在起跑线前和冉碧玲说话。远远看到楚家徐往这边走，就心领神会的找了个借口走开了。楚家徐走近了，扬着一张大大的笑脸，金色的阳光落在他的脸上眼里，眸光清澈的看着他。冉碧玲，加油！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哭着说以后看到这个小熊发绳，我就能找到你了。冉碧玲有点紧张，一心一意的热身，没空给他脸色看。楚家徐又凑近了些，挠挠脑袋，吞吞吐吐的问，你别不说话啊，还生气呢？冉碧玲横他一眼，我生气有什么用吗？还是说你能把那个冰激凌还给我？楚家许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不能。冉碧玲想起来这事儿就生气，你学习已经那么好了，又不需要吃那东西，如果有下次，你还会偷吃我的冰激凌吗？楚家许一向好脾气，对冉碧玲虽称不上百依百顺吧，但也是有求必应，这次却梗着脖子开口，还吃。冉碧玲觉得自己快要气炸了，你再说我就要祭出我的青龙偃月刀了。楚家许如临大敌，好脾气的安抚，你不要这么激动，保持平和，一会儿别影响比赛。冉碧玲懒得理他，两人安静的站了一会儿，
楚佳许忽然看到他动了动嘴角，说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冉碧玲眉宇间透出一丝不耐烦，看他一眼，微微抬高了些声音，又说了一遍。旁边还有其他比赛，加油声此起彼伏，闹哄哄的，再加上广播台的音乐声，有些吵。楚佳许还是没听清，他又走近了一步，微微低头看着他。什么？我说我不生气了。冉碧玲吼出来之后，才发现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全都看向他。他越发窘迫，低头把脸埋进手心里，就说不能对这个傻子温柔。冉碧玲心里正又是懊恼又是羞赧时，忽然感觉到有只温热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腕，微微用力往下拉他的手，一抬头就看到那个傻子在傻乐。我听到了。他低头愣愣地看着搭在他手腕上的那只手。楚佳许也反应了过来，像是被烫到一般，立刻收回了手。只是他的手收得再快，也没拦得住气氛往尴尬的方向走。好在操场上不止他们俩在，旁边有人叫了他一声，打破了尴尬。楚公子干嘛呢？楚佳许扭头打了个招呼，又指冉碧玲，我朋友参加3000米，我来给他加油。我记得你也是跑3000米的，怎么今年没报啊？楚佳许不自在地笑了笑，老跑那个也没什么意思，今年就报了别的。你体力那么好，不跑可惜了。冉碧玲忽然想到了什么，刚想开口问他，就听到不远处的一群人在那里抱怨：体委，咱们班也有女生参加，怎么不见你这么积极，还去给别人加油？楚佳许好脾气的解释：我给他加油了。说完我才过来这边。一句加油就完了。同班同学神色语气皆不善，楚佳许脸上的笑意也敛了几分。都是同学，何必呢？怎么何必了呢？竞争关系懂不懂啊？有没有班级荣誉感了？你到底是几班的啊？眼看着要吵起来，那边人多势众，又是不依不饶的态度，这个傻子又不善言辞。冉碧玲不想他为难，推楚佳许，你回去吧。楚佳许捻了捻手指，天气这么热，刚才他触碰到他的时候，手腕上一片冰凉，他知道他是紧张，脸色都有些发白了。他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说什么，半天才憋出几个字：你别紧张。说完才一步三回头的往班级走。我抱着冉碧玲的水壶正好回来，递给他之后又狠狠瞪了那边一眼，转头问冉碧玲，什么人啊？比我还猖狂。冉碧玲小口抿着水，含糊不清的解释：2班的，从小学开始跑步就没赢过我，千年老二。别理他。我一脸明了的点点头。继而又看着跑道忧伤发愁，3000米啊，要跑7.5圈呢，让我走我都走不下来。冉碧玲被逗笑，你愁什么？又没叫你跑。对了，我指班级的方向，班里人让我跟你说，他们说你怕紧张不让他们来给你加油，他们就一会儿再下来陪你跑。冉碧玲点头，快开始了，你也回去吧。我又指终点线的地方，我不回去啊，我去那里等你，你慢慢跑。说完又觉得不对，还是快跑吧。冉碧玲忍俊不禁，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枪声一响，冉碧玲便一马当先的冲在最前面，我一圈圈的数着，眼看着冉碧玲的体力渐渐下降，圈数过半的时候，体委带了几个男生陪冉碧玲跑，不知道什么时候楚佳许也混了进来，2圈下来，班里几个男生都换了好几波，楚佳许却一直陪着他。冉碧玲努力调整着呼吸，看他一眼，你去后面找你们班那个吧，免得他们回头又说你。楚佳许这次的立场倒是格外坚定，没事儿，我陪你。冉碧玲深深看他一眼，长长吐出一口气，最后1圈了，我要冲刺了。楚佳许的速度慢下来，不再跟了，我在终点等你。他走到终点的位置时，一直站在那里的我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说了句意味不明的话，果然追得上。楚佳许一头雾水，什么？我脸上的笑容愈发微妙，摇摇头，没什么。冉碧玲冲过终点线时，力道没收住，楚佳许站在那里也不躲开，他一头撞进了楚佳许怀里。楚佳许被冲击力带的往后退了一小步，很快抱着他稳住身体。他很快站好，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害羞，脸红的吓人，一转身就要往班里走。楚佳许也不知怎么了，站在原地半天都没动。冉碧玲急着转移话题，第一哦，厉害吧？我挑了挑眉，颇有些揶揄的意味，再厉害也没最后楚佳许抱你厉害啊。冉碧玲恼羞成怒，一口银牙咬碎，不是故意的。我一副我信的模样，可说出来的话就不是那个意思了。有什么故意不故意的？情趣吗？我懂。冉碧玲捂着脸往前走，我则转身买了冰激凌去找苏云。苏云坐在他们班看台的最后一排，台阶有些高，看到我过来便站起来去扶我。坐在一旁躲太阳的向佩看到我笑得格外奇怪，清欢小妹妹文采不错啊。我坐下后一脸莫名的转头问什么？苏云把我的脸扭回来，不用理他。说完轻飘飘的扫了向佩一眼，目光里夹带着隐隐的威胁，闭嘴。向佩哈哈笑了几声，继续闭目养神。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往我的脚上瞄了几眼，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伸了伸脚，好看吧？苏云哥哥给我画的。向佩微微错开视线往苏云的脸上看了一眼，他忍不住打趣道，好看好看，云哥出品必是精品，以后啊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要来找云哥帮忙画呢。我一听小脸立刻垮了，不给别人画，只给我画。说完眼巴巴的看着苏云，似乎在等他的肯定。苏云淡淡扫了向佩一眼，又暖了眉眼对我点了点头。我立刻松了口气笑出来，歪着脑袋得意的冲向佩眨了眨眼睛。向佩忍俊不禁，当真是个魅惑军心的小妖女啊。汇报一下当前进度，目前进度是33章，后续在七猫免费看，书名青梅奶冻。好啦，我们继续。到了第3天闭幕式之后，为期3天的运动会终于结束。我把苏云给的私人定制版小白鞋擦干净，妥善的收进了鞋柜里。陈慕白趴在顾九思耳边替女儿刷好感，清欢长大了，都知道自己擦鞋了。顾九思睨他一眼，一副到底因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的表情，话都懒得说了。陈慕白被老婆娇嗔的模样逗笑。运动会结束后便是周末，周一在开学便迎来惯例的升旗仪式。我对这种活动一向提不起兴致，站在班级的队伍中间昏昏欲睡，直到旁边的冉碧玲小幅度的拽了拽我的衣袖，眼神示意我听八卦。隔壁班
班的2个女生正聊得热火朝天。哎，听说了吗？咱们学校和13中要踢比赛，啦啦队队长的人选2班的方怡呼声最高，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每次这种场合不都是她最出风头？谁让人家长得好看啊？陈清欢长得就比她好看啊，为什么不选陈清欢？陈清欢啊，她不会参加这种活动的吧？再说了，啦啦队多多少少也要看看身材的，总觉得陈清欢差了那么点意思。脸是好看的没得说，白白嫩嫩的，眼睛又大又亮，可身材跟没发育的小朋友一样。2个女生完全没意识到话题的主角之一在听墙角，还想继续说下去，就被一声请个班级按顺序离场的话给打断。听了这么几句，我也精神了，一边随着人群往外走，一边压低声音不服气的和冉碧玲吐槽：方怡哪里比我多了那么点意思？多了哪点意思了？冉碧玲打击我，人家比你高，腿比你长啊，个子高的叫女神，个子矮的也只能叫小公主了。太平公主听说过没？一招戳中我的命门，我皱着眉低头看看自己的腿，神色愤愤。我很矮吗？腿很短吗？哪里没发育了？冉碧玲的视线直截了当的落在我平平的胸前。要说实话嘛，我纠结半天，你且说来听听。冉碧玲扯了扯我的校服，委婉表达，就比如这校服吧，你穿上衣就够了。我鼻尖一皱，不想听了。冉碧玲扑哧一声笑出来，揽上我的肩，逗你的，你一点也不矮。胸吗？相比之下，颜值比较重要。我看着比自己高了半头的冉碧玲，还是不高兴。再低头看看平坦的胸，更不高兴了。放了学，苏云来接我一起回家。从一见面就觉察到我的不对劲，我难得的话少，一直盯着2人的腿来回看，不知道在比较什么。后来在学校门口碰到向佩，我的视线就在3个人的腿上来回转，更是奇怪了。苏云边走边问：怎么了？我仰着头问，满脸的不高兴。苏云哥哥，我的腿很短吗？说实话，我不矮，算是中等身高，大概还没到抽条的时候，所以看上去还是圆润润的。而他这2年身高一直在长，所以差距越拉越大。如今我也只是到他胸口，陈慕白和顾九思都不矮，我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苏云捏捏我的脸，不短，腿要那么长干什么？又不是灵芝分子。我一愣，灵芝分子是什么？苏云在我手心里画了几下，这样的，脑袋以下全是腿，好看吗？不开心了一整天的我终于展开了笑颜。笑完之后，我又再次确认的问：你觉得我这2年有长高吗？苏云一向寓教于无形，点头，有。你别那么挑食，多吃点东西就会长得快些了。我仰着头冲他保证，我一定好好吃饭。2人边走边聊，向佩在旁边却忍不住摩擦双臂的鸡皮疙瘩，小声嘀咕：云哥不带你这么挤兑人的吧？人家腿长就是灵芝分子了，没想到你这么会逗女孩子开心，幸好也就只逗你家小朋友，要是逢人就撩，一定是个大猪蹄子。当天晚餐时间，顾九思才把一盘炒胡萝卜放到我跟前，就被陈慕白换走。清欢不爱吃那个，给我，我反常的抢了回来，塞了满满一大口之后，还不忘开口教育他：爸爸，你怎么那么幼稚？我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挑食，会营养不良，影响发育的。你到底是怎么为人父的？陈慕白一脸愕然，转头不可置信的看向顾九思，这还是我女儿吗？我女儿不是最讨厌味道奇怪的食物吗？不，她不是，我女儿不可能这么乖。顾九思耸耸肩，表示自己宠出来的女儿跪着也要听下去。晚饭吃的格外多的我打着饱嗝念叨，我一会儿再吃一盘水果，睡前再喝一杯牛奶，很快就会长高的。第2天一大早就起床的我发现自己没长高后，起床气愈加浓郁，站在穿衣镜前开始无限循环穿脱校服，直到顾九思敲门提醒我苏云已经等我很久了，才黑着一张脸出门。苏云没想到时隔几个月，我竟然又开始抵触校服，他远远看着我走近，怎么没穿校服？我拧着眉毛，不想穿，校服太丑了。苏云想了下，长得丑才驾驭不了，你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我终于笑了，雨过天晴，歪着头和他打商量，那我穿你的。苏云把臂弯里的校服披到我肩上，好，我慢吞吞的穿好，长出一截的衣袖被我推到手肘处，露出细腻白皙的手臂。忽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拉着他的手附在我的胸前，仰着脑袋，一脸懵懂纯挚的问：我的胸是不是特别小？苏云一时不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手在我的牵引下盖在了某个地方，手掌下的浑圆确实不大，却格外绵软，手心下就是我心脏的位置。苏云觉得掌心下的心跳如常，可自己的心跳就忽然乱了节拍，他急促的吸了口气，垂眸对上我的眼睛，我睁着一双乌黑澄澈的大眼睛，满目认真的等着答案，一脸懵懂无辜，神色坦然，面上一派娇憨天真，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的脑子有些乱，不动声色的收回手，塞进裤兜里，略过我的问题，边示意我往前走，边生硬的转移话题。我妈昨天还提起你，今晚要不要去家里吃饭？一提到这个，我便丢了之前的烦恼，弯了弯眉眼。好，从未做过亏心事的苏云此刻却格外心虚的转头瞄了眼我身后的那个窗口，又看了看自己的2只手。如果刚刚那一幕被陈慕白看到了，按照他的行事作风，大概会砍了他的手吧，2只都保不住了吧，一只是本金，一只是利息，毕竟陈老师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快走到学校门口时，我慢吞吞的从包里拖出自己的校服，满脸不情愿的把苏云的校服还回去，遗憾的开口：你不穿校服会被老丁骂的。苏云笑了笑接过来，你乖点我就不会挨骂了。我睁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软糯糯的反驳：我很乖的。苏云眉眼微抬，有多乖？
我抱住他的胳膊，超乖，我是你最乖的清欢宝宝。苏云捏捏我软乎乎的脸，这么乖的清欢宝宝再不走就要迟到了。我看了眼教学楼顶端的大钟，惊呼一声，抱着书包往教室跑。我踩着早读的铃声踏进教室，冉碧玲看我坐下后，把书包扔在桌上，就目视前方，双眼放空，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手臂。怎么了？哎，我一脸惆怅的环臂抱住自己，低头看着身上的校服叹气，同样是校服，为什么我自己的就没有苏云哥哥的有安全感？呵呵，冉碧玲把脸拧到另一边，陈清欢，我最近胖了，一定是你一直给我塞狗粮的原因，你要负责。吃狗粮都能长胖，你也怨不得别人了。冉碧玲无言以对，我感慨完了，一低头才忽然想起来，早上问苏云哥哥的问题，他好像并没有回答。苏云以为他侥幸保住了自己的2只手。吃过午饭，我就拉着苏云到了学校附近的甜品店，站在点餐口，恨不得把甜品单上带木瓜的甜品都点上一遍。苏云轻咳一声，吃不完，浪费。我好脾气的接受他的建议，转头跟老板娘说，那就不要布丁了，只要1个木瓜。老板娘一副便秘的神色，我们这里不是水果店。我咬了咬唇，好吧。说完就站在那里盯着老板娘做，还不时出声提醒，多放点木瓜，再放点。眼看老板娘的脸色都不好看了，我转头小声问苏云，苏云哥哥，要不下次我自己带2斤木瓜来这里加工？苏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会到窘迫是什么滋味。半个小时后，我打着木瓜味的嗝回了教室，把冉碧玲吓了一跳。放学后，我应邀去了苏云家里吃饭，饭后随意笑眯眯的问，小清欢想吃什么水果啊？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木瓜。随意和苏子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自家长子揉着额角露出头疼的表情，也是托了我的福。随意清了清嗓子打圆场，吃木瓜好，木瓜润肺止咳，清心健脾。我使劲摇着小脑袋，不是，是丰胸。苏云耳尖微微泛红，觉得还是让陈慕白把他的2只手砍走好了。送了我回到陈家楼下的时候，苏云还是想为自己的2只手争取一下，嘱咐我回到家以后别提木瓜的话题。我眨眨眼睛，一双澄澈水润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冲他放电。为什么呀？苏云面不改色的胡说八道，陈叔叔不喜欢木瓜，这样啊。我点点头，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可是我爸爸今天出差了，没在家呀。苏云忽然松了口气，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干，却有一种逃过一劫的感觉。仿若逃过一劫的苏云却不知道家里还有一劫在等着他。他刚踏进家门，就看到随意坐在沙发上笑眯眯的看着他。女孩子吗？有些发育的早，有些发育的晚，你不要着急。苏云一顿，面无表情的看过去。我着什么急？我没有。第一次说这么多话，随意越发不舍得结束这个话题。食补只是一方面，外部刺激也会促进发育，比如可以适当揉一揉。苏云不得不打断他，苏夫人你在瞎说什么？我还是个孩子。随意笑得越发温婉，不要害羞嘛，妈妈对你一直都很放心，知道你是个有分寸的孩子，妈求你别对我放心，我没有分寸，我特别不靠谱，我都是装的，请对我严加管教，其实我是个禽兽来着。苏云桃也似的回了房间，关上房门，靠在门板上才长长的出了口气。过了半晌，眉眼低垂的他忽然低低笑了一声。第二天起来，苏云还是那个清冷矜持的苏云，无视父母隐晦的调侃，慢条斯理的吃完早饭就出了门，留下因缺席昨晚晚饭而一头雾水的苏云婷小朋友在餐桌前发呆。我恶补了几天木瓜，打了几天木瓜味的嗝之后，主动放弃，看到木瓜都绕道走。附中和13中的足球比赛定在了周5下午，天气越来越热了，我对这种户外运动提不起一丁点的兴趣，俨然忘了某个阳光灿烂的中午，自己在篮球场里又蹦又叫的看某人打篮球。我懒洋洋的撑着下颚，另一只手搭在桌上，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眉眼微垂，一副马上要睡着的样子。正在涂防晒霜的冉碧玲催我，你再磨磨蹭蹭的就站不到好位置了。我被他一蹭，顺势碰瓷般的趴到桌上，低声哀嚎，我不去行不行啊？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数学组的辅导课呢。你别再提你那辅导课了，你都多少次没去过了，人家说不定早把你除名了。我一副无所谓的模样，除名就除名，本来也不是我自愿要去的。苏云哥哥都不去了呢，我本来就是冲着苏云去的，可最近2周苏云因为有考试错过了，我也就越发懈怠了。冉碧玲一乐，完了，苏云都被你带坏了，走，先去超市买水。我打了个哈欠，睡眼惺忪的拒绝，不去。冉碧玲豪放的一挥手，请。我丝毫不为所动，随手从兜里扯出张纸币扔桌上，给你钱，你自己去吧。冉碧玲愣在当场，怎么都不按套路来呢？最后我还是被冉碧玲拖着去了学校超市，两人一进门就看到穿着队服的楚家许和另外一个男生抱着2箱水站在那里结账。阳光帅气的男孩子一看到冉碧玲脸就红了一半，我笑着冲冉碧玲眨了眨眼睛就走开去挑饮料了。楚家许和旁边的男生说了句什么也走了过来，你一会儿去不去看我踢球啊？冉碧玲丝毫没觉得羞涩，只是盯着楚家许的脸出神，这个男生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怎么每回见到他都会脸红啊？性子这么腼腆，当初又是怎么有勇气跟他表白的？楚家许看他半天都没反应，伸出手去试探着握住他的手腕扯了扯。冉碧玲一下子回神，有什么看不看的？学校要求了吗？大家都会去看啊。这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却让楚家许眼睛一亮，嘿嘿笑了几声就走了。冉碧玲一头雾水，这个傻子又在乐什么？他说什么了吗？我仰头看着货架最上层的酸奶，踮起脚尖伸直手臂试了下高度，够不着，还想再努力一下，就感觉到一片阴影靠近，紧接着一只手拿起了我想拿的那瓶酸奶，塞到了我怀里。我一转身就看到向佩那张玩世不恭的笑脸，清欢小妹妹，你这海拔略低啊。我看看对方的大长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抿抿唇，不开心了，酸奶都不想喝了。苏云瞥了向佩一眼，这个话题好不容易过去了，又提。向佩忽然觉得有些冷，怎么云哥看他的眼神比平时更可怕了呢？毫不知情的向佩不知道自己这么能耐，一句话踩到了2个人的雷点。
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炸飞。我凶狠地瞪了向佩一眼，扑向他身后的苏云。苏云哥哥，一会儿你要去看足球赛吗？苏云摇头，不去了，一会儿还有考试。我嘟嘟嘴，怎么又有考试啊？向佩厚脸皮的强行插入，就是啊，高3模拟考就考吗？为什么要我们高2的也要一起模拟呢？我又没打算今年参加高考。说完他看了一眼苏云，不过云哥你应该可以的。他话音刚落，苏云就察觉到我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很紧张。苏云哥哥，你今年要参加高考吗？苏云安抚般的摸了摸我的脑袋，不参加，今年没准备，会考不上。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我就怕苏云会提前去上大学，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向佩默默翻了个白眼，这种理由说出来那边一排酸奶都不信呢，他们马上倒下来砸死你。你会考不上，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今年没有招生名额，就算只有一个名额，也是你的。愤愤不平的向佩凉飕飕的提醒，再不走考试就迟到了。我冲他吐了吐舌头，然后挥着小手跟苏云告别。等我和冉碧玲到了足球场的时候，场面异常火热，两人好不容易挤到班级的位置坐好。冉碧玲看了看在场边热身的2队队员，忽然兴奋地抓住我的手臂指过去，看13中的那个队长好帅啊！我揉揉耳朵，歪头睨他，你到底是来看谁的？冉碧玲一脸茫然，看谁？不是来看帅哥的吗？我抿了抿唇，下结论，楚家许早晚要被你气死。冉碧玲呵呵一笑，他哪里有这个福气？经我提醒，冉碧玲才开始在场上搜寻楚家许的身影，看了一会儿才小声嘀咕，我们这边的队长也很帅吗？我也小小声的跟了一句，我们家苏云哥哥最帅。冉碧玲撞了一下我的肩，苏云又没在。我半合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回答他，怎么没在？他在我心里啊。冉碧玲发出夸张的呕吐声，真是够了。比赛很快开始，进入6月以来，天气就越来越热，看着一群人在太阳底下跑就更心烦气躁了。冉碧玲过了看帅哥的新鲜劲儿后，满面烦躁的问，怎么还不进球？都20多分钟了，他们到底会不会踢啊？本来最该不耐烦的我却老神在在的坐在那，动也不动一下，余光微微扫过他，却没开口。天气越来越热，赛场上的2队大概水平差不多，战况进入焦灼状态，看台上的观众也没那么专注于比赛了，围在一起闲聊。冉碧玲歪头往旁边看了一眼，觉得她这位同桌真的是个奇女子，闹起来惊天动地，一刻也不安分，却也静得下来，连她都开始躁动不安。我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心烦气躁，神色平和地看着绿茵场，不知道到底在看什么。冉碧玲安静了一会儿，擦了擦汗，忍不住拉着我分析赛况。冉碧玲指着场上裁判高举的手臂，怎么又吹哨了？我懒懒回她一句，犯规了呗。裁判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越位是什么？角球又是什么意思？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犯规判的是角球，现在又判点球？不了解。你也看不懂，还在那里看什么？我终于看了他一眼，我看不看得懂有什么关系？你就必须要懂了。冉碧玲很是疑惑，为什么？我的苏云哥哥又不踢足球，你就不一样了。你看不懂以后怎么和楚家许交流啊？我指着场上某个正在卖力奔跑的身影，你知道楚家许踢的是哪个位置吗？你知道楚家许喜欢哪个俱乐部吗？你知道楚家许最喜欢的球员是谁吗？你知道楚家许队服上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吗？冉碧玲一问三不知，我为什么要知道？他还分不清我的面霜和防晒呢。我神色微妙地给出结论，文化吗？你们是没办法交流了。经济吗？你们也不互相依附。政治吗？也是互不干涉内政。看来你们俩只能发动军事战争了。冉碧玲才不怕打架呢，刚想说什么就被我一句话堵回来。可是你又打不过人家，只能单方面挨打。冉碧玲掐着腰，他敢打我，我直接把他打哭。话音刚落，便远远从对面看台传来欢呼声。冉碧玲下意识地看向绿茵场，只看到对方学校的队员正围在一起庆祝。他转头去问旁边的人，怎么了怎么了？一个男生愤愤地回答他，被进了一个球。哎呀，冉碧玲心底对母校的热爱立刻被激发了出来，怎么被进了一个呢？她下意识地去场上搜寻楚家许的身影，只见他正动作娴熟地带球过人，不紧不慢的样子像是并未受比分暂时落后的影响。球衣被汗水打湿，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过了半晌，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冉碧玲又一次转头去问旁边的人，谁进的球？好像是2班那个体委，就是场上的队长。冉碧玲顺着他的指引看过去，阳光下那个傻子正笑得开怀，和队友击掌庆祝。旁边回答了冉碧玲2个问题的男生忽然小心翼翼地点了点他的肩膀，有些为难的建议，这位同学，你发没发现，你一直看的话就不进球，你一不看就会进球，要不你就别看了呗。冉碧玲美目一瞪，胡说八道，我就要看，我就不信这个邪。说完便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足球场。果然一直到裁判一声长哨，比赛结束，双方都没再进一个球，场上比分1比1。原本看台上黑压压的一堆人立刻跑过去，围在场边看点球大战，跑了90几分钟，双方队员都是一副精疲力尽的模样。天气太热，大汗淋漓，多少有些狼狈，可楚家许还是一副斯斯文文的模样。喝了一大口水后，用毛巾擦了擦脸上和脖子上的汗，喘着粗气，微微发白的嘴唇紧抿，看样子有些紧张。稍作休息后，教练就招呼着队员围成一圈商量点球大战的出战人员和顺序。冉碧玲也跟着紧张起来，小声问我，咱们学校不会输吧？我笑着看他，你这么爱咱们学校啊？你说如果万一输了，那个傻子不会哭吧？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右手遮在唇边小声回答，他只有可能被你打哭。冉碧玲无力反驳。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到了考验体力和战术的时候了。有的时候胜负只在一念之间。楚家许和13中的校队队长被裁判叫了过去，冉碧玲全程紧盯着楚家许，歪头问我他们在干什么。
我对规则多少还是了解的。猜硬币决定谁先踢啊？冉碧玲也不看楚家许了，转头看向我，先后有关系吗？我摸着下巴分析给他听。从数学角度来说，先罚比较好。据说有人做过调查，先罚的一方有60%获胜的几率，后罚的那对心理压力会很大，心理波动大会影响发挥。有一年数学竞赛里有一道题，就是根据进球率随着比分情况和心理压力变化产生波动，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简单来说就是5轮中进了4球基本不会输，5轮中进不够4球则基本输了。大概是楚家许猜硬币输了，由13中先踢，冉碧玲气得直跺脚，他怎么那么笨？怎么办？怎么办？对方赢的概率是不是比我们大了？都怪楚家许。我略显无奈地看他一眼，这也要怪他。楚家许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冤枉啊！点球大战在万众瞩目下很快开始，最后一个关键球楚家许压力很大，这个球只要进了，他们就赢了，如果没进，还要继续罚球。他转头看了眼身后的队友，他们的精力已经到了上限了。他抱着足球放在发球点上，微微垂着头，在做简单的准备。哨声响起，他抬起头来，当所有人以为他要踢的时候，他却忽然往冉碧玲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很快收回视线，小跑几步，抬起左脚，一脚撩射，皮球应声入网，角度刁钻，动作干净利索，对方守门员无能为力。几秒钟的安静之后，欢呼雷动，他这才咧开嘴笑出来，没和队友庆祝，却转身跑到场边，毫无预兆地抱了一下冉碧玲。仅仅几秒钟，很快松开，力道前所未有的大，带着一丝丝紧张和谨慎。冉碧玲当时正笑着和我说话，毫无防备之下就被一股力量拉进怀里，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瞪他一眼，你抱我干什么？神经病！说完又抬腿踢了他一脚。楚家许没说什么，也没敢看他，红着脸走开。冉碧玲拽着我闷头往前走，没走几步，旁观者的我客观理智的给出答案，他可能上瘾了。冉碧玲一愣，什么？我眨着大眼睛认真的解释，你不是问他为什么抱你吗？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可不就是上瘾了吗？冉碧玲连脖子都红了，并且断断续续的持续了整个下午，直到放学都没缓过来。小时候和竹马说要一直在一起，后来搬家的时候，我把一个小熊发绳戴在竹马的手腕上。放学回家的路上，苏云问我下午的比赛好不好看，我歪着脑袋想了下，楚家许抱冉碧玲好看，苏云没明白，轻轻嗯了一声。我忽然停下脚步，张开双手扑过去，由于身高差距，只堪堪揽住了他半个身体。就这样，说完赖在他身上不起来，脑袋伏在他的胸膛上，还在他怀里蹭了蹭。苏云无奈地笑着抚了抚我的后背，向佩骑着自行车从两人身边经过，吹了声口哨，嬉皮笑脸地叫道：云哥，你被熊抱了。说完加快车速，迅速逃离现场。我立刻松手站直，冲着他的身影不服气地喊：你才是熊！苏云笑了笑，忽然想起这是第2次从我口中听到那个男生的名字，眉骨微抬。他喜欢冉碧玲吗？我使劲点着头。冉碧玲也喜欢他，虽然两人没确定关系，冉碧玲也从来没承认过，但是长了眼睛的都能看出来他喜欢他。我忽然想起了什么，校足球队最近好像换了新队服，楚家许今天穿的新队服上的数字和之前的不一样，是冉碧玲的学号，可是他没看出来。他总说楚家许是傻子，我看呐，他才是个大傻子。苏云倒是不关心这个，只要那个男生不喜欢我就好。我没想到我这话说早了。几天之后的午休时间，冉碧玲神色明显不对，眼睛红红的从外面回来。我刚睡醒去洗了把脸回来，一进教室就看到她坐在那里不说话，不甚清醒的打着哈欠问怎么了。冉碧玲坐在那里，脑袋垂得低低的，声音也闷闷的，没事。我费劲的歪着头，想要去看清她的脸。没事，你哭什么？冉碧玲猛一抬头，像是为了证明什么，眼睛睁得大大的给我看，没哭。这下我终于看清了，确实没哭，就是脸色比哭还难看。你不是去看那个傻子踢球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冉碧玲忽然不说话了，又把脑袋垂到了胸前，我一时无言。过了会儿，忽然看到一滴泪从她的下巴滑落，我心里一惊，继而就火了，从座位上站起来就吼：谁欺负她了？我刚才没在，以为教室里有人惹了冉碧玲。冉碧玲平日里凶残彪悍的跟个女悍匪似的，什么时候红过眼圈，更何况掉眼泪了。原本有些闹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人高马大的体委恰巧从门口进来，他被我的一声吼吓了一跳，一脸无辜的赶紧摆手否认，不是我没有，我不知道，我在楼梯口碰到他的。说完就溜回了座位。跟在体委身后的是班主任杨泽言，他没想到娇娇软软的小姑娘发起火来爆发力这么强，心情颇好的逗我，也不是我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刚从办公楼过来。我吐了吐舌头，收起凶神恶煞的表情，回身坐好准备上课。杨泽言走上讲台，往下看了一眼，笑着问：怎么了？这是谁欺负我们班小姑娘了？还是没人说话。我正想着要不要等一会儿下了课去找楚家许问问，耳边就传来敲玻璃的声音，正是满头大汗抱着球的楚家许。我刚准备开窗，就被冉碧玲制止，显然她也看到了窗外人，只是并不往窗外看，低着头一开口就是满满的怨气，让他去死。我郑重的点头，然后在纸上一笔一画的写了几个字之后贴在玻璃上给楚家许看，他叫你去死。楚家许神色焦灼的等了半天，竟然等来这几个字，抿抿唇，不知道该说什么。上课铃忽然响起，他又看了冉碧玲一眼，然后垂头丧气的走了。杨泽言带过多少学生啊，只一眼就瞧出两人的猫腻来，也不戳破。这节课是习题课，大家把作业本拿出来，不用抄题目，直接写答案就行，下课之前交上来。说完转过身来往某个地方扫了一眼，顿了下开口：冉碧玲上来做题。冉碧玲心虚的和我对视了一眼，磨磨蹭蹭的走上讲台。杨泽言把题干写完之后，拍拍手上的粉笔墨，搬着凳子坐到了教室门口，嘴里还在碎碎念：你们这帮青春期的小男生小女生啊，什么明媚的忧伤啊，
心情不好啊，没有什么是来黑板上做道题解决不了的，实在不行就2道，还不行就做1黑板，保准好。下面立刻哄堂大笑，冉碧玲对着黑板红了脸。她本来成绩就是个中等，忽然被叫上来爬黑板，一点准备都没有。在坐在下面的我连笔画带小声提示的帮助下，勉强做了出来，对不对就不管了，没被挂在黑板上已经谢天谢地了。做了满满1黑板题目的冉碧玲从讲台上下来之后就高兴了很多，颇有逃过一劫的兴奋，只觉得打通了任督二脉，浑身神清气爽，一点忧伤都没了。管他什么楚家许是谁，他最爱学习了，学习使人快乐，一点烦恼都没有。人生苦短，学习使其美好而悠长。后来杨泽言就开始就着冉碧玲的答案讲这几道题，有对有错，不过他也没说什么，只是让他课后把做错的题目再重新做一遍。冉碧玲现在在看杨泽言，眼里心里都充满了崇敬，再也不见跟我介绍他时的嫌弃。到了第2天，冉碧玲才别别扭扭吭吭哧哧的跟我说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冉碧玲昨天去看楚家许踢球的时候，看到他喝了方姨给他递的水，这种情况下，男生喝了女生递的水虽说也没什么，可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意味掺杂在里面。说完之后，冉碧玲还气愤地问我，你说我应不应该生气？我犹豫都没犹豫就回答，当然应该生气。如果苏云哥哥打完球喝了别的女生递的水，我就……说到这里我忽然顿住，冉碧玲转头看我，你就怎么样？我揉着额角，眼睫低垂，半天没说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冉碧玲忽然觉得我这个同桌好像有变身的征兆，为什么还是那个人？她却嗅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说不出的阴恻恻啊。我似乎还是那个粉粉嫩嫩、眉眼灵动的小姑娘，可细看之下又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了。唇角那抹笑一勾，眼角眉梢都挂上了一丝凌厉，让人无端觉得从那小小的身体里散发出的气场异常强大，颇有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气势。他咽了下口水，快停下，别想了，这个命题根本不成立。苏云压根儿不会喝女生递给他的水，除了你。我们正说着话，窗户外面忽然出现一张幽怨的脸，冉碧玲，冉碧玲下意识的应了一声，待抬头看清楚那张脸，忽然冷了脸，走开。说完起身往外走，楚家许立刻跟到教室门口截住他，你去哪儿？冉碧玲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女厕所，有本事你就跟过来。楚家许又不是变态，当即定在原地，低着头站在那里，隔得那么老远都能看到他头顶冒出来的丧气泡泡。自从刚才楚家许一开口，我就皱了皱眉，这会儿松开眉头，远远地冲他招手，楚家许又慢慢挪回窗边。我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开口问，你平时都叫冉碧玲什么？就叫冉碧玲啊。楚家许被我看得浑身不自在，有些不知所措，怎么了？我满脸不赞同的冲他摇头，大家都叫他冉碧玲，你也叫他冉碧玲，这样怎么能体现出你们关系不一般？楚家许很上道的追问，那应该叫什么？我双手捧着小脸，嘴角压制不住的翘起，我们家苏云哥哥都叫我清欢宝宝的。楚家许立即露出一副吞了苍蝇的表情，不可置信的问，苏云学长平时都叫你？那几个字他实在说不出口，只能含糊不清的带过。我瞬间泄了气，肩膀一下子垮了下来，偶尔才叫一次，还是被我威逼利诱。楚家许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让他喊冉碧玲宝宝。先不说他叫不叫得出口，冉碧玲听到恐怕会先忍不住给他一脚让他滚蛋吧。他踟蹰许久，半信半疑地问道，女生真的都喜欢被人叫宝宝吗？我毫不迟疑间万分肯定地使劲点头。楚家许深吸一口气，决定豁出去了，等他先回去练习一下，下次见到冉碧玲，他一定鼓起勇气叫她宝宝，就算被踹他也认了。楚家许下完决心之后，又满是疑惑地问我，还有冉碧玲她怎么了？为什么都不理我？我惊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不知道，你来解释什么？楚家许挠挠头，有些沮丧，我也不知道，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我也是服了，轻飘飘地瞄了他一眼，语气更是无所谓，回去吧。回去就不用再来了。已经准备转身离开的楚家许硬生生停住，又转了回来，拧着眉头不知所措。我决定帮人帮到底，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了，你来找他干什么？楚家许很是诚恳地开口，我就是看他生气了，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对，我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还把我拉黑了。我看着眼前的男生，傻是傻了点，不过好在态度端正，认错积极，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点醒他啊 pH 值小于7了。楚家许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我瞪他，没学过化学啊。楚家许挠挠脑袋，半天才反应过来冉碧玲是吃醋了，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楚家许一直等到上课都没等到冉碧玲回来，谁知道了第2天，两人的矛盾不但没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大概是那瓶水的效应。有人开始传方怡和楚家许是一对，本来就在一个班里，一个班长一个体委，近水楼台，越传越像那么回事。我坐在座位上，托腮听着窗户外围在一起的几个女孩八卦，眨眨眼睛，拿腿碰碰旁边的冉碧玲，她们一定是在楚家许或者方怡身上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不然怎么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冉碧玲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也明白这种八卦传播起来都是3分靠猜测7分靠脑洞，看图编故事最是信不得，可还是架不住他生气啊。他越是火大，越是有人专程来往枪口上撞。远远的就看到楚家许急吼吼的跑过来，挤开窗边八卦的几个女生，探头进来跟冉碧玲解释，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冉碧玲看到人反倒冷静了下来，冷哼一声，是吗？我们也没什么，你别这么说，别生气，我真的以为是班里发的水就喝了，没多想。楚家许踢球的时候倒是挺果决的，可一着急起来就语无伦次，脸都憋红了。冉碧玲刚想回讽几句，一抬眼就看到班主任杨泽言拎着教案在楼梯口出现，他瞬间神色大变，推着楚家许让他快点消失，快走快走，我可不想再趴在黑板上做一节课的题了。楚家许扒着窗沿不肯走，我还没说完，冉碧玲一边盯着楼梯口的方向，一边轰他，午饭的时候再说，快点走，别被老杨看见了。楚家许这才放心收手，那说好了，下了课我来找你，你千万别再跑了。冉碧玲眼看杨泽言快从前门进来了，
呼啦一声关上窗户，知道了，快走快走。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刚响起，楚家许就准时出现在了教室门口。冉碧玲低着头也没看他，去小花园说吧。说完还拽了我一把，我一脸莫名，干什么？冉碧玲有些不自在，你也去？我使劲摇头表示拒绝。冉碧玲死死拉住我，还是不是好朋友了？冉碧玲死活要拖着我一起，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电灯泡啊。到了小花园就退开几步，把头扭到一边，一副非礼勿视的模样。这个时间大家都去食堂抢饭了，小花园里除了我们3个之外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只能蹲在花坛边拿支木棍阻止蚂蚁爬来爬去。冉碧玲自始至终也没看他一眼，不耐烦地催他，有话快说。楚家许挠挠头，我和方怡真的什么都没有，就是那天踢球的时候他给我递了瓶水，我真的以为是班里发了就接过来喝了，至于他们传的那些绝对都没有，我和他就是最普通的同学关系，平时都不怎么说话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一定要相信我。冉碧玲垂着头无动于衷的听完，眼皮都没掀。说完了吗？说完了。他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没戏了，心都凉了一半，无意间余光扫到蹲在地上的那个身影，忽然灵光一闪，没说完。冉碧玲格外冷静，冷静的像个旁观者。那你继续。那2个字他努力半天实在说不出口，再看看他冷冰冰的脸色，彻底灰了心，摇摇头，没有了。冉碧玲还是没看他，转身拉起地上的我就走，留下楚家许一个人呆呆愣愣的站在那里。我正玩得不亦乐乎，忽然被冉碧玲拽走，举着小木棍在那里抗议。我的蚂蚁！我们吃了饭回到教室，冉碧玲全程都保持沉默，一个字都没说，冷静的有些异常。我看了下他的神色，决定下剂猛药，状似无意的开口，楚家许这人啊，我又仔细看了看，长得吗？虽然不是第一眼帅哥，可架不住人家挺耐看啊。他多阳光啊，笑起来牙多白啊，当然了，比苏云哥哥还是差了点。成绩吗？听说每次考试都在他们班前10，又是校足球队的，这种男生怎么会没人喜欢吗？之前是没人发现，经过这次足球赛，再加上被方怡一搞，知道他的人肯定多了，追他的女孩子肯定乌泱乌泱多了去。你不要啊，有的是人抢。听说他有个外号叫黄金左脚，脚法精准凌厉，人长得也不差，你说会不会有大把的女孩子喜欢他？冉碧玲憋了一路，终于端不住了，五官瞬间就皱成了一团，眼睛又红了。你还说你到底是哪边的？我俨然一副义正辞严的模样，当然是你这边的。你上次说你们是普通朋友啊，我在努力帮你和他划清界限，绝对不允许他染指你一根手指头。冉碧玲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瞪我。陈清欢，哎，我清脆地应了一声，却把冉碧玲气得吐血。一转头出了教室，窗外忽然又出现一道女声，叫着相同的3个字，只不过语音语调要轻柔许多。陈清欢。我回头看到方怡站在窗外，我正想着是不是该找张试卷把这块玻璃糊上，这有事儿没事儿的不时出现张脸，还是挺吓人的。那边就听到方怡在那里自说自话，苏云，我是争不过你，不过别人吗？就不好说了。冉碧玲是受你连累，好可怜。我向来看不上这种下作的行事做派，轻飘飘扫他一眼，语气里带着淡淡的鄙夷，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方怡被气笑，咬牙切齿的点着头。好啊，那就等着瞧吧。我怕冉碧玲回来会撞上方怡，也不恋战，随手翻了张试卷糊在玻璃上，并顺便关了窗户。方怡自觉无趣，转身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一进教室就看到冉碧玲在那里翻箱倒柜的，不知道在找什么，什么丢了。她一看到我立刻伸手给我看，我一直戴着的那条手链，你记不记得？我外婆给我的，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我看着她空荡荡的手腕，摇了摇头。我对那条手链有那么一丁点印象，只知道冉碧玲很喜欢一直戴着，是不是落在家里了？冉碧玲把能找的地方都翻了一遍，哭丧着脸趴在桌子上，昨天晚上就不见了，我以为在学校了，今天一大早就来找了，结果教室也没有。我仔细回忆了下，会不会在小花园或者食堂？我都去找过了，失物招领那里也看了，都没有。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会不会被楚家许捡走了？冉碧玲一愣，一下子站起来抓着我的手，你去帮我问问他好不好？我面露犹豫，我的本意是让冉碧玲自己去问，本来嘛，两个人有误会，老这么冷战着也不是办法。我倒不是多相信楚家许，只是纯属看不上方怡，毕竟我和冉碧玲站在一起，楚家许喜欢的是冉碧玲而不是我，现在冒出来一个不如我的方怡，楚家许更不会看一眼了。从数学角度，在楚家许眼里，冉碧玲大于我，而我大于方怡。综上所述，冉碧玲大于方怡，没理由看上方怡的。冉碧玲看我半天没说话，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求求你了。我无奈地点了下头。我到了2班门口，刚表达了来意，坐在门口的那个男生就冲着教室里喊，楚公子，有美女找你。教室里立刻轰动了，一连串的视线立即落到了我的身上，还不断传来起哄声。楚公子最近行情可以啊。我一抬眼就看到了方怡，方怡正神色复杂地看着我，我懒得理方怡，很快移开了视线。楚家许被打去的脸都红了，从教室前门出来，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我开门见山地问。冉碧玲有条手链，你知道吗？楚家许摇摇头，不知道。我想翻白眼，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他天天戴在手腕上，怎么会不知道？你们没牵过手吗？楚家许脸上好不容易退下去的绯红再次爬了上来，没牵过，他好像不让。我憋屈的想咬人，我就没见过比楚家许更老实的男生了。我看了下时间，马上要上早读课了，我也懒得废话了，直接开口，他的手链不见了。
楚家许立刻摆手否认，不是我拿的，没说你拿的，就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皱着眉看他，这个呆子傻乎乎的，到底怎么每次考试都考他们班前10的？是情报有误还是2班没人了？楚家许想了下，我们昨天在小花园见的面，会不会丢在那里了？我也不确定。模棱两可的回答，不知道。既然你没看到就算了，我先走了。我回到教室，冲着满脸期待的冉碧玲摇了摇头。冉碧玲的神色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我安慰她，一会儿午休时间长，我们把昨天去过的地方都找一遍。冉碧玲还是丧丧的，轻轻嗯了一声。我拍拍她，给她鼓劲儿。我找东西很在行的，小时候我弟弟找不到的玩具都是我帮他找到的，所以你的手链一定能找回来。冉碧玲冲我勉强笑了笑。下了上午最后一节课，我们连饭也没吃就跑去了小花园，谁知竟然有人比我们到的还早。我们一进去就听见一道有些熟悉的女声，你做我男朋友吧。我和冉碧玲对视一眼，下意识地躲到了花坛后面，从花草间的缝隙看过去，果然看到了方怡的背影，而站在她对面的人是楚家许。冉碧玲的心头火一下子就窜了起来，拉着我的手，压低声音开口，走。我拽住她，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急什么？再听一会儿，别看我娇娇软软的，力气却不小。冉碧玲拉不动我，只能拧着眉毛听下去。楚家许的声音响起，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谁？方怡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不屑。冉碧玲吗？楚家许重重的点头，是的。方怡冲他笑了笑，带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感。他有我好看吗？楚家许一点求生欲都没有。没有。冉碧玲正听得咬牙切齿，就听到了楚家许的答案，真是老实的让人想打他。我没忍住捂着嘴笑出来。冉碧玲幽怨地看着我，一副这下你满意了吧的表情。那边方怡还在比较，她有我学习成绩好吗？也没有。那她有什么优点？楚家许也没怎么看方怡，只是看着前方的地面，想了半天，她跑步特别厉害。冉碧玲气得吐血3声，这下是真的听不下去了，也不管我了，抬脚就要走。方怡听到这个答案，又笑了几声。你到底喜欢她什么？我也不知道喜欢她什么，我只知道我喜欢她，特别喜欢她。一天见不到她我就心慌，她跟我生气我就很难过，她冲我笑我就很开心。她又活泼又开朗，其实她长得也很好看的，凶起来也好看。楚家许这次回答得很快，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话，没什么逻辑，却也让方怡再也问不出别的。冉碧玲本来也不指望能听到什么好听的话，可她一开口，她就下意识地顿住了脚步。听完她的话，更是愣在那里。我把她拉回来，重新蹲好，还不忘小声调侃：哎呦，看不出来吗？这个傻子口才这么好啊！关键是情真意切啊！学霸就是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一条路走不通，很快就换了条路。方怡引导性的问：你不喜欢我就算了，你就没喜欢过陈清欢吗？楚家许一副想也没想过的表情反问他：陈清欢，他不是苏云的吗？这个回答漂亮的让我想为他鼓掌，他能有这个认识也是不枉我费心费力的这么看好他了。冉碧玲斜眼看了正偷偷傻乐的我，这个小姑娘好像一碰到跟苏云有关的事就特别不冷静，完全是个苏云的小脑残粉。有那么开心吗？我正春心荡漾，眼睛里全都是粉红泡泡，猛点头回答有。那边方怡被楚家许接连2次堵得哑口无言，大概面子上过不去了，愤恨地瞪他一眼，转身跑了。楚家许实在不擅长处理这种场合，看到方怡走远了，才彻底松了口气，打算转身从另一边离开。可谁知刚转身没走几步，看到了花坛后面蹲着的2个人，浑身一僵，陡然呆住，讷讷地看着冉碧玲。我和冉碧玲蹲在那里听墙角被人逮了个正着，3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都有些尴尬，指望那俩缓解尴尬是不可能了。最后还是我主动开口打破僵局，哈哈，这么巧啊，你和方怡也来看蚂蚁跑步啊？哈哈，干笑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话了，气氛显得更尴尬了。冉碧玲低着头把我拉起来就要走，楚家许忽然快步上前，伸手拦在他身前，指尖捏着个亮闪闪的东西递给他看，你看是不是这个？冉碧玲没去看他手里的东西，视线一直落在他的手上。10几岁的男孩子已经渐渐长开，手掌消瘦，青筋微微凸起，修长的手指上都是泥，脏兮兮的，不知道之前干了什么。听完刚才他那些情真意切的话，冉碧玲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心里憋着的那股气也莫名其妙的消散了，半天讷讷的点头接过来。是。楚家许上午翘了2节课过来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扒到不少，手链就这一条，还怕找错了。一听到他说是，立刻喜笑颜开，用校服衣角小心翼翼的擦了擦，把上面的泥土都擦干净了，才重新递过去。对，手指和掌心轻轻的触碰后，很快分开。冉碧玲捏着那条手链，忽然鼻子一酸，看到他哭，楚家许就慌了，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你别哭啊，这不是找回来了吗？我也给擦干净了，一点也没坏。冉碧玲不理他，哭得更伤心了。楚家许完全不知所措，想给他擦擦，又不敢，递了纸巾过去，被他一巴掌拍掉。别碰我，他只能转向我，麻烦你帮他擦一下眼泪。我在一旁看了半天，都快要乐死了。这个楚家许真的是个傻子，也太老实点了吧。他让你别碰你就真的不碰啊，你上去抱住硬擦啊，拼力气难道你还会输给他？你的武力值可以碾压好几个冉碧玲好吗？我摇头叹气的蹲下系鞋带，起身的时候猛地撞冉碧玲一下，他没防备往前踉跄了2下，扑到了楚家许怀里。楚家许像是忽然开了窍，收紧了手臂，冉碧玲挣扎了几下，被他强硬的抱在了怀里。冉碧玲红着脸吼他，你别抱我，你去抱方怡啊。难得硬气一回的楚公子这次是打定主意不松手，想也没想就回了他一句，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你。冉碧玲一脸震惊的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不挣扎了。楚家许深吸了口气，
温温的开口，我以后不叫你冉碧玲了，叫你宝宝好不好？说完之后也不管冉碧玲会不会踹他，自己先红了脸。我没想到楚家许这么勇猛，真的叫了出来。讶然片刻后，我才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然后笑眯眯的点着头走开。这就对了吗？我不再管两人的后续，转身去找了苏云。苏云才吃了饭回来，在教室门口碰上我可怜兮兮的冲他撒娇，苏云哥哥，我还没吃饭呢。苏云脚下方向一转，拉着我往楼梯口走。怎么没吃饭啊？抱着球从教室冲出来的向佩立刻不爽了，在他身后喊，哎，云哥，和他们约好的去打球呢。苏云直接忽略他，就说我脚疼，极敷衍的扔下一个不走心的借口，连头都没回的扶着我的肩膀就走了。远远的还能听到他温声细语的问我想吃什么。相比之下，亲疏立竿见影，向佩瞬间戏精上身，扭动着身体抗议，明明是我先约的，我就那么不重要吗？文佳和姚思天在旁边幸灾乐祸的使坏，不重要啊，不重要。向佩捶胸顿足的下定决心，我宣布和苏云断交一下午，两人继续刺激向佩，谁在意啊？就是我敲了苏云一顿炸鸡，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的和苏云告别，往教室走。没走几步，我忽然转身叫住苏云，苏云哥哥，我今天听到楚家许叫冉碧玲宝宝了。苏云一时没听明白，我动了动唇角，一瞬间又泄了气，沮丧的摇摇头，垂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尖。几秒钟的静默之后，头顶忽然传来清越低沉的声音，清欢宝宝。我一愣，脆生生的应了一声，哎，然后仰着小脑袋冲他傻笑，这下更加心满意足了，小跑着回了教室。都快上课了，冉碧玲才红着脸回来，趁着还有几分钟才上课，我抓紧时间问他吃饭了没有啊？冉碧玲的脸红红的，和平时爽朗彪悍的模样不太一样，终于有了点小儿女的情怀，小鸡啄米般的点头，吃了。我眼底带着促狭的笑，你这个样子好像不只吃了饭吧？冉碧玲恼羞成怒，那么聪明干什么？我贼兮兮的凑过来，压低声音问，到底干了什么啊？冉碧玲躲闪着目光，不好意思看我，也没干什么，就牵了下手。我一脸惋惜，多么单纯的小男生啊，就这么被你带歪了。怎么是我带歪了？是他先牵的我。冉碧玲抗议完，忽然想起了什么，也把脑袋凑了过来。陈清欢，你有没有和苏云牵过手？我立刻流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有啊，从小牵到大。对于这种不经意的炫耀，冉碧玲立刻把脑袋撤了回来，决定结束这个话题，不想和你说话。过了会儿，我难得表现出有些扭捏，对着手指小声问，哎，你们亲了没啊？当然没有。冉碧玲的脸又是一红，同时又有点好奇，你和苏云亲过吗？我一脸遗憾的摇头，也没有。上课铃声忽然响起，两人的话题戛然而止。谁知上课时间刚刚过去了十几分钟，冉碧玲又凑过来，摇摇昏昏欲睡的我，不太确定的问道，你刚刚说的亲脸算不算啊？没伸舌头的算不算啊？我瞬间清醒，先是看了眼讲台上的老师，这才瞪大眼睛盯着他，压着声音表达惊讶，你们亲了？超纲了？冉碧玲红着脸规规矩矩的坐好，不再说话。一直和苏云中规中矩没有超过纲的我也无心睡眠了，转头看向窗外，心中很是惆怅，我和苏云哥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超纲啊？这边我愁肠百转，那边苏云正在背谈话。课间，向佩风风火火的从外面跑进来，张口就吼，云哥，你完蛋了，上次和高三一起的模拟考，你比高三的年级第一分还高，严重打击了一众备考学子的士气，他们打算组团来揍你呢。说完之后才发现他的座位上坐着班主任老丁，老丁一看到向佩就火大，长得漂漂亮亮的男孩子怎么就不爱学习呢？人家苏云长得比他漂亮多了，怎么就知道好好学习？我看你才是要完蛋了。向佩，你这次模拟考都写的什么玩意儿啊？你先站边上等着，我一会儿再骂你。向佩立刻泄了气，一脸菜色的站在一旁等挨骂。前排的文佳、姚思天齐齐趴在桌上闷声笑，笑的桌子凳子都在抖。老丁来找苏云谈话，主要是委婉的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接下来的几次模拟苏云就不用参加了，毕竟人家高三本来就紧张，高考前再被苏云这么一次次的打击下去，士气都没了，后果不堪设想啊。老丁又怕打击到苏云的积极性，和蔼的笑着跟他开玩笑，你就放松一下，模拟考的时候出去玩也可以，反正那些题对你来说做不做都一个样。向佩文加姚思天在一边听得直握拳头，我们也想出去玩，那些题对我们来说做不做也都一个样，反正都不会。对了，你回家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要不要参加今年的高考。丁淑莹觉得以苏云的水平，没必要再浪费1年的时间，没想到苏云想也没想就回绝了他，还是那套说辞，不参加。我没准备。向佩、文佳和姚思天齐刷刷的在心中升起弹幕，你要什么准备？你是没准备好以100分的分差还是200分的分差碾压我们吗？等向佩挨完骂，快上课了才琢磨出来，转头问云哥，你今年不高考不会是为了等清欢小妹妹吧？结果苏云依旧在慢条斯理的刷题，连眼皮都没抬，却收到文佳和姚思天的一句，就你话多。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苏云还是决定告知一下父母。当天晚饭时间，他难得主动开启话题，今天老师问我要不要参加高考，平铺直叙的一句话，不像询问，倒像是转达，随意一副恍然的模样。原来你今年都高三了，我一直以为你高一来着，你今年多大了？这就成年了。那今年的生日要好好过。苏子渊也乐得配合夫人，他生日是什么时候？随意捏着筷子很是迟疑。我想想啊，他出生那会儿好像下了好大的雪。苏子渊摇头，嘴角挂着让他再猜的笑意。
那是云婷。苏云婷小朋友一向是个小话唠，可此刻却备受打击，一点参与这个话题的意思都没有。抬头和哥哥对视一眼，兄弟俩相顾无言，默默低头吃饭。苏云在心里叹口气，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随一看两个儿子都没动静了，笑了下，逗你的，知道你今年高2，你怎么想的？想不想参加？苏云没回答，反而去看苏子渊，你们觉得呢？苏子渊也不答，又去看随意。随意觉得此刻担负着重任，格外谨慎的思考之后，郑重开口：我和你父亲都没跳过级，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传授你。不过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要了吧。你小学的时候已经跳过1级了，现在再跳不是招人恨吗？做人啊，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你觉得呢？说完之后看了看苏子渊，苏子渊点头，你妈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这个答案正合了苏云的意，他点点头，我也这么想。只有一直没开过口的苏云婷小朋友叽里咕噜的转动着眼睛，把那3个人轮流看了一圈，默默在心里下结论，在他们家，他绝对是最要脸的那一个。